小女子棋艺不精，还请两位客官见谅。玩啊，抱歉，是3位。见大黄不高兴地喊了2声，仙儿也是觉得有些有趣，头一次听说上青楼带狗，甚至还给狗找了几个姑娘的。花自向阳开，人终向前走，不为往事忧，只愿余生笑。人不该活在过去。老陈有两下子呀，这你也懂？我以前逛青楼，看那些酸书生就来气，妈的，太他妈能装了，我还不会。这王八蛋活了这么多年，到底都干啥了？你不会？不会，会这玩意儿干啥呀？能提升修为，能增加修炼速度？都不能，但是能让你多点子智慧。切，老子要那东西有啥用？我还是信奉凭实力说话。有用，但凡你有点智慧，也不会这么多年都不知道乞丐要不要洗澡。你，顾仙儿，顾仙儿你在哪儿？我知道你在这里，你出来见我。看来这里又待不下去了。3位客官见谅，今日相逢便是有缘，方才一曲，就算是小女子送给3位的吧。3位客官，小女子就先行告辞了。他逃他追，他追他逃，这好狗血的戏码。大黄，这种戏码啊，见过没有？走过南闯过北的，还真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。仙儿姑娘且慢，逃避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。你能够一直躲着吗？不如双方开诚布公的谈一谈，说不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。你觉得呢？多谢公子好意，但有些人有些事说不通，讲不明。不试试又如何得知呢？星儿，真的是你！我听别人说在这里见过你，我就赶了过来。仙儿不要再走了，求求你不要再躲着我了好吗？林公子，为何苦苦相逼呢？难道真的要我死在你面前，你才会离开吗？你我之间永不可能，你应该明白。不会的，一定有办法的。我已经想好了，我可以。够了！你林家灭我顾家满门，你当真以为这件事情可以说过去就过去吗？我顾仙儿没有能力找你林家报仇，我忍了，为什么你还要苦苦相逼？林若恒，你别欺人太甚！这他妈是灭门之仇，这也太狗血了吧！我说你小子，都灭了人家满门，还来纠缠人家做什么呀？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啊？你怎么还有脸过来呢？我要是你，我他妈都没脸见人家姑娘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这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不想死就赶紧给我滚！你们居然还敢让仙儿服侍你们，没找你们麻烦就不错了。再敢废话，本公子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！死无葬身之地，嘿嘿，有趣，当真有趣。很久没有人这么跟我说话了，小子，今天我还真想跟你好好玩玩。行了，一个小辈跟他一般见识做什么？你是琅琊林家的人。哼，算你还有点见识。既然知道我是林家的人，那你就应该清楚，你们招惹不起。招惹不起吗？林相柳还活着吗？林相柳？我没听错吧？刚刚这人提起了林相柳。你好大的胆子呀！居然敢直呼我林家老祖的名讳，整个琅琊都没有人敢这么放肆。如此看来，应该还活着。小子，我有多大的胆子，你可以问问林相柳，或者让他过来见我。这两人究竟是在欺骗我，还是当真认识林家老祖？哼，若你们当真认识我家老祖，便会知晓，老祖已经闭关多年，岂是你们说见就能够见的？闭关了吗？这我还真不知道，毕竟千年未见，还是第一次来这琅琊地界。千年未见，此人难道是千年前认识的老祖？可千年前的林相柳也不过是个年轻人罢了。我更没见过了，就是听说过罢了。我活了这么多年，还不至于去打听一个小辈的消息。我去，这个更狠，直接称呼林相柳为小辈。难道我今天真的冲撞了两位大人物？两位前辈勿怪，晚辈有眼不识泰山，我这也是……哎，算了，我们也不会跟你这么个晚辈计较。人家姑娘都已经说得很明白了，不可能，你又何必苦苦纠缠呢？放过别人，也放过自己吧。这白头并非雪可替，相识亦是上上签。林若恒啊，并非所有的喜欢都会有结果，或许在你一生之中，有些人能够遇见，便已经是难得的了。不谈辜负，莫问前程，各自安好，互不打扰吧。这给你撞的，我呸！都他妈不会说人话了。大黄，不管他，咱俩玩咱俩的，让他自己装逼去。多谢前辈教诲，晚辈记住了，那就不打扰前辈了。
晚辈告辞。好。哦，对了，林相柳若是出关，记得让他来找我，我有事问他。晚辈一定转达家中长辈，让他们代为转述。林若恒离开之后，顾仙儿看着陈长安，感激地说着：“多谢前辈出手相助。”举手之劳。我这个人有点爱听故事，来讲讲你们之间的故事。这，不知前辈想要知道什么？很多。林家为什么灭了顾家？既然灭了，为什么林若恒这个林家人又对你一往情深呢？你身为顾家的人，为什么不惜用林若恒的身份报仇？要不还是你来讲吧。这不就是想让我把所有的前因后果都说一遍吗？那换个清静点的地方吧。好。恩公请坐。不用叫我恩公，无非是说了几句话罢了。况且我和林家的林相柳是旧相识，不是你说几句话我就会帮你对林家怎么样的。恩公误会了，仙儿并无此意。没有最好。其实林若恒只是林家旁系一脉的一位少爷，而我顾家在这琅琊也并非什么大家族，这事还要从1年前说起。随着顾仙儿的讲述，陈长安也明白了个大概，无非就是顾家晚辈口不择言，正好被林家的人听到了，而出手灭掉顾家的正是林若恒所在的旁系家族。顾家被灭门，林若恒也是苦苦哀求才救了顾仙儿一命。可林若恒的父亲担心这两人日后有什么发展，便下令让顾仙儿从今以后不得离开琅琊地界，终其一生只能够在青楼之中度日。如此说来，这林若恒倒也是个痴情之人。恩公说笑了，林若恒虽然才20出头，但他身边可从不缺少女子，痴情不过是爱而不得，心有不甘罢了。你有没有想过借助林若恒的身份为顾家报仇？想过，但做不到。第一，我无法利用一个人的感情去达到某种目的；第二，就算真的肯去这么做，也无法成功；第三，我活着，顾家就还有血脉；我若死了，顾家就真的不复存在了。恩公，我不会请求您为我做什么，但我想要拜您为师，可以吗？拜师，真是个聪明的丫头。顾仙儿这个人聪明冷静，而且懂得抓住机会。我这一生或许机会只有这一次，不仅仅是为了报仇，我更厌恶在这青楼度日。恩公，你说过你不会出手，但我可以拜您为师，还希望恩公能够成全。见陈长安犹豫不决，顾仙儿也有些紧张了起来。恩公可是嫌弃仙儿资质愚钝，难有成就。若是如此，仙儿可以放弃拜师，哪怕留在恩公身边侍奉左右也是可以的。对于他来说，脱离如今的困境需要陈长安这样的强者帮助。起码在琅琊这个地界，除了陈长安，他不知道还有谁能够不给林家的面子。就算真的有，自己还有那个机会接触到对方吗？或许冥冥之中自有定数。琅琊很大，能够遇见你，怕也是一种缘分。罢了，我会带你离开琅琊，不过不是现在，我还有一些事情要留在琅琊，处理好了之后，我带你离开。至于以后的路要怎么走，你自行决定。多谢恩公搭救之恩，从今以后，顾仙儿愿侍奉恩公左右，永生不变。若违背此誓言，便让我顾仙儿灵魂永坠炼狱，万劫不复。先起来吧。是，恩公。恩公，不知从今往后，我应该如何称呼？是叫公子还是少爷？叫什么？哼，一直给自己师傅当孙子。叫少爷不合适，自己都多大年纪了还少爷？公子，算了，以后就叫公子吧。是，公子。既然你已经成了我的侍女，倒也不能够太弱小。你虽然天资一般，但也并非不能改天换命。这是一株九品凤仙草，你服用了吧？九品凤仙草。而这九品凤仙草是慕云瑶送给陈长安的，可这东西不适合男人服用。按照慕云瑶当初的意思是，以后有了心上人可以送给别人，但是陈长安呢，可没有那么多讲究，物尽其用就好，至于给谁，那并不重要。公子，此物太过贵重，我不过是……行了，给你就拿着，我说的话，你只需要服从就可以，记住了吗？是，公子。服用了吧，看看能够对你的体质能否有所改善。遵命。这九品凤仙草入口即化，神奇无比，让顾仙儿也是大为震惊。本以为吞咽会很困难，没想到直接化成了一股能量，对他的身体进行了一遍又一遍的洗礼。
我操，老陈你搞什么呀？这么大的能量波动，你怎么也不布置个结界？你就不担心附近的人全部嘎了？大黄和陈长安之间就比较默契了，虽然并没有过来，但直接在顾仙儿的房间布置了一道结界。没想到这么大的反应，不过是给他吃了点东西罢了。你没想到，你给他吃了可是九品凤仙草，这可是传说中的东西啊，听说已经万年没出现过了。你小子就这么随随便便把如此至宝给了一个侍女，你这他妈也太败家了吧！东西不就是拿来用的吗？至于谁来用，我既然是东西的主人，自然我说了算。我都不急，你急个屁！皇帝不急，太监急。靠！我就没见过你这么败家的。不对，你他妈说谁太监呢？3000年没见，要不要试试我现在的实力如何呀？还想当乞丐？你不如再打个赌，还是老规矩。不过这一次的赌注是当太监，你敢吗？此话一出，玄武道立刻蔫了，这赌注可太狠了。陈长安这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，让玄武道毫无底气。哎，算了，懒得和你一般见识。不过我也当真是好奇，这服用了9品凤仙草之后，究竟会有什么样的效果？如今的顾仙儿被一股强大的能量所包裹着，整个人承受着极大的痛苦，但他从始至终硬是没有发出半点的声音。这丫头，我还真是小瞧她了，就冲她这份意志力，是个干大事的人。这股能量好像有点猛啊！顾仙儿体内的能量越来越多，所散发出来的气息也是越来越猛烈。我操，糟了！大黄！随后身影一闪，直接离开了幻化楼。里面的人怎么办？刚刚虽然只是一个瞬间，但结界解除的那一刻，还是有强大的气息冲了出来。这些人应该不会傻到继续留在里面享乐吧？这说不好。哎，这刚刚到底什么情况啊？太可怕了，有一种要窒息的感觉。我也感受到了，这幻花楼不就是一个普通的青楼吗？难道还有强者隐藏于此不成？不清楚啊，但今天这花就是不能喝了，我感觉今天很危险。哎，对，散了，咱们改日再聚啊。老陈，你说这是什么情况？如果那股能量全部都被集中在结界之中，顾仙儿的身体能够承受得住吗？陈长安也不清楚，毕竟这种事情他也是第一次遇见。他的身体能不能够承受得住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的结界恐怕快支撑不住了。大黄布置的结界快要支撑不住了。大黄可是9阶禁忌森林的兽王，他的实力十分强悍。如果不是因为太玄界似乎有某种规则存在，大黄的实力恐怕未必会弱于慕云瑶。大黄兄，你可不能开这种玩笑啊！你的结界我都冲不开，你现在告诉我顾仙儿体内的能量快要冲破你的结界了？我天纵之才，修炼了数千年之久，还不如一个黄毛丫头。再说了，这9品凤仙草有这么强大的能量吗？虽说这东西世间罕见，那是人间至宝般的存在，可也不至于如此吧？没开玩笑，这股能量很强，快要冲破结界了。不过这只是我随意布置的结界，我也没有想到顾仙儿体内的能量居然会这么强。随意布置的，那倒是有冲破的可能性。就在玄武道和大黄交谈之时，突然大黄布置的结界直接被冲破，一股强大的能量冲天而起，顷刻之间能量波及了方圆数百里，一声凤鸣响彻长空，凤舞九重，回响9天。什么情况？狼牙这个地方并没有什么强大的妖兽，更何况是凤凰这样早已经消失的神兽。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我操，陈长安，你他妈赚大发了呀！你这个侍女可绝非凡人呐！9品凤仙草虽然很难得，能够改变一个人的体质，可绝对做不到这种效果。顾仙儿自身恐怕就和这凤凰有些千丝万缕的关系，否则绝不会如此。你他娘的到底都什么狗屎运气啊！你懂屁啊！这叫好人有好报，我是好人。好人？玄武道鄙夷地看了陈长安一眼。这小子充其量不算一个恶人，但好人他算吗？我呸！他算个屁的好人呐！此番异动，恐怕整个狼牙的人都要惊动了。林家的人要是知道顾仙儿竟然真的飞上枝头变凤凰，他们又会作何感想？他们最好别敢想，否则的话，凌香柳也救不了他们。我发现3000年没见，你现在的脾气倒是有点变化。曾经的你可是以和为贵的。以前以和为贵，那他们是因为没有还手的能力；不和气一点，那他们不得天天挨揍？虽然死不了，那也丢人不是？此时，那凤凰虚影在空中翱翔了一会儿之后，再一次落入到了顾仙儿的房间中。紧随其后，先前那惊人的能量也消失不见，一切又回归了平静。这是结束了？难不成
顾仙儿觉醒了传说中的凤凰仙体。凤凰仙体，你知道这种体质吗？听说过一些，据说上个觉醒了凤凰仙体的人，恐怕要追溯到5万年之前了。那一位当年可是了不得的人物，但年代过于久远，关于对方的记载太少了，甚至如今怕是都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其姓名。如果真是凤凰仙体，你这侍女未来必然会成就大帝之境，大帝境界的侍女。陈长安，你发了呀！这王八蛋怎么就有这样的狗屎运呢？顾仙儿出来了，问问他就知道是不是凤凰仙体了。陈长安，你何德何能啊？仙儿多谢公子再造之恩。这是你自己的造化，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觉醒这种体质。或许和你祖上有关。你们顾家没有足迹之类的东西吗？祖上是否曾经出现过强者？这我并不知晓此事。也罢，已成事实，没必要问得太清楚。是凤凰仙体吗？回公子的话，确实是凤凰仙体，而且我的脑海之中出现了一门功法，名为凤凰真诀，应该是凤凰仙体才能够修炼的功法。啊，连功法都有了。既然如此，那这人榜你便争一争吧。人榜，公子，我真的可以吗？你是凤凰仙体，整个太玄界多少万年才会出现一个，你不可以，谁可以啊？好，既然公子吩咐，那仙儿就去争一争这人榜。有人来了，咱们是现在离开还是如何？这小子是不是乞丐当太久了？现在见人就想躲，都已经有心理阴影了。你当年可不是遇事就躲的人，现在居然会问出这样的问题。对呀，老子当年什么时候躲过人呢？妈的，还不是因为你！这3000年我是见人就想躲，生怕遇见熟人。想当年呢，我那是……行了，别想当年了，啊，看看是谁过来了，我倒要看看他们过来想要做些什么。你们一直在这里，刚刚此地发生了何事？我们宗主在问你们话，你们是哑巴了吧？给我跪着讲话！玄武道脸色一沉，一股强大的气息从他的身体之中迸发而出。不知道前辈在此，多有得罪，还望见谅。前辈，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我们是……你们是谁？关我屁事！赶紧滚！说罢，玄武道伸手一挥，这几人直接被扇飞了出去。妈的，就这点本事，比我还能装逼！这是狼牙，强者本来就不算太多，何况是云川这个地方，这里最强者最多也就是化神境而已，还不如你年轻的时候。我说，这有什么意思啊？你让我在这儿给你当打手呢？搭理这些人做什么？要不咱们还是走吧。你出手太快了，原本想要问点事情，现在好，你把人都吓跑了。问点事情？问什么事情？没什么，不过是一点私事罢了。所以你这一次跑到狼牙，就是为了一些私事？所以我可能还要在狼牙待上一阵子。你呢？听到这话，玄武道突然之间也有些迷茫。行乞3000年，流浪3000年，如今突然自由了，却又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了。你猜我要去做什么？猜？你他妈猜我猜不猜啊？开个玩笑，开个玩笑。算了，3000年了，我也该回去看一眼了。也不知道宗门的人如今是否还记得我这个人了。行了，别感慨了。你爹是无极宗的太上长老，他还能把你给忘了啊？啊！我操！你怎么知道我爹是谁呀？这件事情在无极宗知道的人也不多呀。这小子怎么啥都知道呀？回家问你爹。有件事我其实一直没告诉你，当年你爹追着我屁股后面要拜把子，不到啊，我差点就成你大爷了。大爷！陈长安，你大爷的！你占我便宜！不信，回家问你爹。这个消息着实让玄武道有些懵逼了。自己那个不可一世、谁也不服的老子，当年居然追着陈长安要拜把子。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老邓吗？玄武道3000年前认识陈长安的时候，这王八蛋就20出头的样貌，现在自己都变成中年大叔了，对方还是20出头。说句实话，你究竟活了多少年了？10000年是有了。10000年？我操！陈长安居然已经活了10000年了，这意味着什么？这他妈绝对的超级强者般的存在啊！我当年居然还要跟他打赌，我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？你是大帝境界？玄武道的话让一旁的顾仙儿也是心头一震。大帝，这个存在于传说之中的境界，竟然就在我身边。
而且我还是对方的侍女。大帝，我只能说，大帝巅峰不能伤我分毫。大帝巅峰不能伤他分毫，当年还他妈跟我打赌，我他妈到底应不应该高兴啊？是不是这样一来，我也算是和大帝巅峰一个待遇了？嘿嘿，怎么还莫名有点小开心呢？哎，不，冷静，突然之间，玄武道竟然不知道应该如何称呼陈长安了。叫老陈，他和我亲爹还认识，叫大爷，这他妈也叫不出口啊！这行了，以前怎么叫，以后就怎么叫，咱们各论各的。你爹叫我大哥，你叫我老陈，都一样的。哎，行，就叫你老陈。这么算起来，在你这儿，我是不是比我爹辈分大呀？啊，也不对，同辈儿。哎，这玩意儿到底咋算的呀？无所谓，不重要。哎，对，不重要。嘿嘿嘿嘿，突然之间呢，感觉心情舒畅了不少。不过我真的要走了。好，日后有缘，自会相见。不错。玄武道笑着点了点头，随后对着大黄打了个招呼。他转身正要离开，突然又停了下来。这些年我找你的过程之中，倒是听说了一件事情。原本我以为是同名同姓，不过既然你活了这么久，我觉得恐怕跟你有关系。啊，跟我有关系的事情？什么事情？你认识一个叫长孙吸血的人吗？长孙吸血，姓长孙的。怎么一时之间竟然有些想不起来了呢？大黄，你记得这个人吗？大黄摇了摇头，很显然他对这个名字更加的没有印象啊。难道你不认识？可我怎么听说长孙吸血找一个叫陈长安的人找了近5000年了？5000年呢？他妈的，比我的时间还长！而且这个长孙吸血实力很强，听说已经达到了不死境9重巅峰，很有希望冲击到大帝境界的强者。找了5000年，也就是说，如果认识，应该是在5000年前。5000年前，我都做了些什么呢？他找陈长安做什么？这个你听说了吗？听说好像是要嫁给陈长安，至于具体原因，我就不太清楚了。5000年呐，真长情了。如果真是你，你可太不是东西了，让人家姑娘找了你5000年。嫁给陈长安？长孙吸血，长孙吸血，长孙……突然他心神一震，脑海之中出现了一个比较久远的记忆。完了，认识，我竟然真的认识。大黄，都他妈是你惹出来的事，你这个祸害！陈长安突然对着大黄臭骂了起来，骂的大黄是一脸懵逼。我操，还真是你啊！你牛逼，你是真牛逼啊！我服了。这事儿跟大黄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他妈够了啊！我他妈不说话不代表我是哑巴，你骂够了没有？人家要嫁给你，关我屁事啊！就他妈不是嫁给我。大黄也忍不住和陈长安对骂了起来，这让一旁的顾香儿有些惊讶，这才意识到，大黄原来并不是一条普通的狗。不关你事啊！当年要不是你，我他妈能掉进长孙吸血的。这关键时刻怎么还他妈闭嘴了呢？哎，说呀，你倒是说呀！掉进长孙吸血的什么了？原来是他，难怪啊！这姑娘当年就追杀了你一路，居然这么多年了还没释怀呢。哎，不对啊，那她不应该想杀你吗？怎么就变成想嫁你了？我说大黄兄弟，咱能不能不打哑谜啊？你倒是说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了呀？你们能不能说话说痛快点啊？啊，也没什么，就是陈长安把人家给看了个精光，还伸手摸了。啊？摸了？摸什么了？我操！你居然是这样的陈长安！我鄙视你！你给人家看光就看光了，怎么还上手呢？哎，大黄，继续细说。你他妈不是要回家吗？赶紧滚蛋！瞎打听什么呀？哎呀，不急于这一时。哎，先听故事。这么有趣的事儿，怎么可能不听完再走呢？没想到陈长安看着如此正经，竟然也有这样的风流韵事。究竟发生了什么？又摸了什么呢？大黄，你最好闭嘴。为啥？你摸都摸了，还不让人说了？当时陈长安和大黄两个人在玩闹，结果大黄用力过猛，直接将陈长安给拍飞了出去。长孙吸血这丫头刚刚猎杀妖兽，弄了一身血，找到一处小溪清洗，扑通一声，陈长安从天而降，正好落在了长孙吸血面前。人掉入水中，本能的会想要伸手扑腾两下，抓点什么东西好让自己站稳。好死不死，陈长安就扑腾了2下，而且还真的就抓到了点什么。3个月，长孙吸血足足追杀了陈长安3个月之久，最后以陈长安彻底消失而告终。明明是要杀我，怎么传成要嫁给我了？
难道是传言传着就变味了啊？玄武道看向陈长安，一副你可真是个老色批的表情啊！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呀？1万，那就是一个意外。别解释，我不信。5000年前，长孙吸血修为不高，你修为也不高，你难道就无法控制身形，还偏偏掉到人家面前了？就算你真的掉到人家面前了，凭借你的修为能有什么事啊？需要去抓点什么让自己稳住吗？还说你不是故意的？这小子怎么占了便宜还卖乖呢？居然还装无辜骗傻子呢？指望我5000年前没有修为呢？5000年前没有修为？我呸！越说越离谱。陈长安，你真把我当傻子了？你活了1万年，5000年前没有修为，你怎么活下来的呀？你难道天生不老不死吗？听到这话，陈长安是连连点头。我承认还不行吗？别他妈玷污我名声了。信你，我就是天底下最傻的傻逼。哪有人天生不老不死的呀？你就是没安好心，看人家长孙吸血长得漂亮，你故意的你。我都已经实话实说了，这玄武道怎么就不相信呢？大黄，你他妈别在一边傻乐了，你解释解释。解释？我有病才会去解释呢，反正不关我的事儿。这解释你还是等遇见长孙吸血之后再好好解释吧。我先走了。你放心，朋友一场，我不会让人给长孙吸血带话说你在狼牙的，放心，绝对不会。看样子，这狼牙的事情应该快点结束才行。以玄武道这小子的性格，一定会派人通知长孙吸血。毕竟这3000年行起的仇，他可不会这么快就忘了。咱们也走吧。是，公子。来者止步，阁下前来血影门，所谓何事？听闻血影门门主修为达到了神通境1重巅峰，特来请教。好大的口气啊！你以为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既然知道我们门主是神通境境界的强者，竟然还敢来送死！入修未干的臭小子，我看你是不想活了。你们不是我的对手，别白费力气了。不是你对手？哼，真是可笑。我倒要看看你这小子究竟有什么本事。其中一名血影门的弟子直接向着陈云轩冲了过去，陈云轩不过是随手一挥，便直接将对方击退。好强啊！他看起来也不过只有16、17岁，怎么会这么强呢？就算他再强，也不可能是咱们门主的对手。没错，不要被他唬住了。这一起上，我就不信还拿不下这么一个臭小子。上！众人一拥而上，不过一个照面，10多名血影门的弟子便全都是倒地不起。好大的胆子！究竟是什么人，敢来我血影门闹事？好年轻的后辈啊，好生的面孔啊！你是何人？陈家，陈云轩，特来求教。陈家，陈云轩，北域之内有一个陈家这样的大家族存在吗？诶，超凡境3重，小小年纪竟然有这般修为，在这个年纪能够有如此修为，必然是一位了不得的天才。可在这北域之中，怎么从未听闻过呀？陈云轩，你天资出众，放眼整个北域，恐怕有你这般天赋的也不多见。但你我之间实力毕竟相差悬殊，不如我找几位超凡境的长老陪你切磋切磋。他们不是对手，我的对手是你。难道老夫超凡境9重巅峰，不配做你的对手吗？真的不是对手，我没有贬低你们的意思。这还不是贬低？那我今日还真就想要见识见识你这位天才究竟有什么本事。说罢，对方便要出手教训一下陈云轩。门主，对方都如此挑衅了，你拦我做什么呀？稍安勿躁，我看这少年恐怕并非故意挑衅。对方都上门挑战了，若是以往，门主恐怕早就已经暴跳如雷了。为什么这一次如此沉得住气？如今人榜现世，正是多事之秋。陈云轩又来历神秘，轻易不能得罪，否则便是灭顶之灾。既然你执意如此，那我就跟你好好切磋一番。不过你放心，大家只是切磋，我会留手的。希望你全力出手，否则就失去了切磋的意义。全力出手，这小子，好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陈云轩看了对方的进攻，不由得眉头一皱。怎么会这么弱？和当初跟在程玉书身边的刘伯相比，实力差距未免有些太过于悬殊了吧？轰的一声巨响，血影门门主直接倒飞而出，完全不是陈云轩的对手。这怎么可能？门主输了，输给了一个修为只有超凡境3重的少年。你当真只有超凡境3重的修为？
这小子并没有口出狂言，其他人真的不是他的对手，甚至我也不是他的对手。没错，确实只有超凡境3重的修为。你真的是神通境1重吗？此话一出，血影门门主差点喷出一口老血。我的修为居然被人质疑了，他竟然质疑我不是神通境1重的修为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没有别的意思，只不过前期10日和一位神通境的人交过手，我感觉当时很吃力，不是对手，本想着修为突破了1重，应该会旗鼓相当的，可是没想到。不是吧？他超凡境2重的时候就能够和神通境强者交手了？太恐怖了，他到底是怎么修炼的？这恐怕就是天才吧？这样的天才绝对不是北域的人，他究竟来自哪里？难道中天域之中出来的超级天才？可中天域的人没道理来北域这种地方才对啊！公子实力非同寻常，我不是你的对手，我输了。是我对自己的实力了解有偏差，否则的话不会前来打扰。说起来是我多有得罪，不过我想问一问，附近可有人的修为达到了神通境3重？神通境3重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距离此地500里之外有一人，修为是神通境3重。哦，此人是谁？此人没有名字，只有一个外号，名为恶通天。只要提起这个名字，很容易就能够打听得到。恶通天，多谢告知，告辞。听说了吗？恶通天被人给杀了。这怎么可能啊？这可是神通境的强者，作恶多端这么多年都没事，怎么会突然被杀了？半个月之前，有个人原本打算找恶通天切磋，正好碰见恶通天在……你也知道他的一些喜好嘛。随后便被那人给杀死了，听说死得很惨。这事情当时看到的人不少，你没听说啊？当真没有。究竟是谁杀了恶通天呢？据说是一位少年。你这说的就有些离谱了。少年？咱们北域之中，就算是天才的少年，怕也不是恶通天的对手啊。有人亲眼所见，对方年龄最多不超过18岁。是吗？我不信。我骗你做甚呢？这件事情我也是有所耳闻，应该不假。我怀疑对方恐怕是为了人榜出来历练的大家族弟子。说起来，倒也不是一点可能没有。对了，你们听说了吗？最近要召开北域大比了。这个我听说了，好像也是为了人榜，让这些年轻一辈弟子有个历练切磋的舞台。你们说，这少年会不会参加这北域大比啊？如果对方真的能够杀死神通境强者，没有必要参加吧？切，你们懂什么呀？北域大比只不过是一个前菜，是为了挑选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参加4域会武。4域会武？不知这位公子能否仔细和我们讲讲这4域会武的事情？对，这位公子能不能给我们讲讲，让我们也开开眼界？今天少爷我心情好，那就说给你们听一听。要说这北域大比呢，原本是每隔10年举办一次，这不是如今人榜降临，所以提前了。但真正的原因便是4域强者举办了一场4域会武，目的就是让4域的年轻一辈更有前进的动力。哪怕咱们4域之中能够有1个人上榜，也是荣光。要知道4域一直被称为是贫瘠之地，中天域的人压根儿就瞧不上他们，所以这是一次证明的机会。你们说是不是？这位公子，照你这么说，不管是这一次的北域大比，还是4域会武，目的都是挑选出来最有天赋、实力最强的那个人。挑选出来之后呢？问得好。挑选出来之后，4域将会用所有的资源都砸在这个人的身上。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整个4域为他一个人服务，所有的好东西都会赠予此人。现在你们知道这一次的诱惑有多大，竞争有多激烈了吧？如今居然会团结起来，并且4域强者全都一致同意了。难道说这人榜当真有如此大的魅力，可以让4域强者放下一切团结起来？那这北域大比的位置在哪里啊？能够去看看热闹吗？对，我们能去看热闹吗？如此盛世，若是错过了，岂不是可惜啊？这等盛世，又岂是谁都能够参加的？你们还是算了啊！就算知道了地方在哪里，你们去了又如何？不会让太多的人去打扰到此次的大比的。公子，你知道的这么多，想必这次也一定会去参加北域大比吧？我非也，我虽然有些实力，但亦有自知之明。况且我的年纪大了一些，无法参加了。只不过平时喜欢打听消息，所以知道的便多了一些。诸位，我还有事，就不与大家多聊了，告辞。公子慢走。那年轻人离开之后，一直坐在远处的陈云轩便也是起身跟了上去。公子且慢，北域大比所在位置在何处啊？什么时候开始？是你要参加北域大比啊？他知道我，
你认识我？陈家，陈轩，杀了恶通天之人，我知道你。这年轻人究竟是从何得知？你究竟是谁？刚才出现又说了这一番话，是说给我听的？哦，别误会，别误会，别误会，我这个人呐，就是喜欢打探消息。杀了恶通天这么大的事情，我自然要打听打听。你看，这是我根据一些见过你的人的描述所画出来的画像，然后又打听到了你挑战过的血影门门主，自然而然就知道了你的名字。可一个人真的会因为喜欢打听消息做到这种地步吗？全凭一己之好，没有任何目的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万事通，怎么样？好听吗？万事通，这是根据性格取的名字，还是名字决定了他的性格？北域大比在什么地方？我知道，在风铃谷。陈兄，既然你也要去这北域大比，不如你我二人同行如何？这一路上也有个伴。同行也可以。既然你叫万事通，想必知道的消息也不会少。这北域大比有什么高手吗？哎，陈兄说笑了，连恶通天都不是你的对手，这北域大比的人，怕都不是你的一合之敌。北域年轻一辈第一人这个名号，你是实至名归呀。年轻一辈第一人，想要争夺人榜名次，必须先成为北域第一人才行。我说的不是年轻人，而是老一辈的神通境强者。这一次会去多少人？大概都什么实力？这一次根据我的消息，4大家族5大宗门都会参与其中，不过应该都是一些长老带队，实力的话我就不太清楚了，但是能够推测1、2，大概都在神通境5重左右，不会超过神通境7重。神通境5重到7重吗？应该足以起到修炼的作用吧。风铃谷在什么方向？走，我带路。好，多谢。哥，怎么办？咱们真的要进去吗？北域大比就在里面，都已经到了这里，怎么能够后退啊？只可惜咱们出身一般，没有强者护送，唉，只能够靠自己了。他们这些人明明看到我们了，为何不顺手带着我们一起进入呢？是他们说的北域大比谁都可以参加，怎么就选了这么一个地方？傻丫头，别人没有这个义务带着我们一起进去，凡事还是要靠自己。两位也是来参加这一次的北域大比吗？不错，你们有什么事吗？不要误会，我们并没有恶意。这风铃谷危险重重，但我们的实力却无法独自前行。我们3人决定召集一些人一同前往，这样成功的机会更大一些。不知两位愿不愿意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之中呢？这样也好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张文渊，今年19岁，修为真气境5重。这位是我的妹妹张文倩，今年17岁，修为是宁元境9重。真气境5重倒是可以，但这宁元境9重来这干什么呀？找死吗？第一次出远门，她一定要跟着出来见见世面，拗不过她，所以就带过来了。张兄糊涂了，这风铃谷危险重重，令妹年纪还小，实力不济，这不是胡闹吗？就是啊，你怎么也不劝劝他呀？我不怕的，我就是想来见识见识，而且我已经长大了，都已经17岁了，大家不用担心我的。无妨，咱们人多，带着吧。多谢这位公子，您人真好。我叫王克明，比你们年长一些，今年22岁，修为真气境9重，距离北域大比的时间没有多少了，咱们还是现在就出发吧。你们觉得如何？就咱们5个人吗？人太多反而不好，容易引起冲突，不受掌控。5个人正好，实在不行，进去之后，如果看见落单的人，也可以邀请。也好，那咱们出发吧。走，出发风铃谷。这风铃谷的人还真是不少。这些人似乎都在犹豫，不知道要不要进入到风铃谷。既然不敢一个人进入，为什么不找点人一起组队呢？他们凭借着兴奋和热血来到了这里，可真正面对风铃谷的时候，胆怯会让他们丧失了勇气。最重要的是，如果不是相熟之人，怎么敢将自己的性命交到对方手上？风铃谷之中的妖兽很危险，但比妖兽更凶险的是人心。此时风声不小，面前竟是风铃谷，竟然真的听不到任何风铃声。这就是风铃谷的神奇之处，也不知道究竟是何原因。不过踏入进去之后，你便能够听得到了。那就进去看看。他们就2个人，居然也敢进入风铃谷，真是找死！谁说不是啊？绝对无法活着参加北域大比，估计还没到地方，就已经被妖兽当成腹中餐了。哼，愚蠢！不过就是去送死罢了。行了，你们也好意思说别人？起码他们敢进去，你们敢吗？就知道在这里阴阳怪气，丢不丢人啊？你他妈算什么东西？也轮得到你在这里说三道四的？就是，我们不敢进，你敢吗？有种你也进去啊！好奇怪的地方啊，并无风铃，
却能够传来风铃声，而且十分的清晰，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啊？这就不清楚了，或许是因为地势的缘故，或许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原因吧。但曾经有人想查清楚这风铃谷的秘密，只可惜并没有人找到这风铃谷的秘密。万事通不愧是个消息小能手，这一路陈云轩就发现他知道的事情很多，远比他自己想象的还要多。我到底年龄比你大一些，知道的多，这并不是什么难事，只要用心，什么事情都能做得成。这里是外围，并没有什么强大的妖兽，低级妖兽也不敢招惹你，咱们可以放心的前行。这风铃谷之中最强的妖兽有什么实力啊？有5阶妖兽吗？据说有，但没有人见过，所以只是传闻，不知道真假。传闻嘛，但是往往传闻未必都是空穴来风。王大哥，求求你快出手吧，我哥哥快撑不住了。你们为什么不出手？你们难道要眼睁睁看着我哥被这3阶妖兽杀死吗？闭嘴！真以为带你们2个进来是为了一起组队吗？真是个天真的家伙！要是没有你们当诱饵，我们怎么才能顺利进入到风铃国？你们就是我们为妖兽挑选的食物，懂了吗？什么？你……王兄，此地出现了3阶妖兽，那么一定的范围之内，应该不会再有3阶的妖兽存在了。不错，毕竟3阶妖兽都是有领地意识的，不会允许其他妖兽出现在自己的领地范围之内。这样一来，咱们接下来的路就要好走得多了。他还带着吗？他？当然要带着，否则的话，如果再碰到3阶妖兽，谁来当食物呢？不会跟你们走的，绝对不会。走不走都由不得你。趁着张文渊还能支撑，咱们快走。王克明也不想要继续浪费时间，冲着另外2个人使了一个眼色，随后2个人架起张文剑，3个人快速离开。王克明，若我不死，必要你死无葬身之地！张文元被3阶妖兽一巴掌拍飞了出去。真的要死在这里了吗？砰的一声巨响，张文元不由得心神一震。这秒杀3阶妖兽，好强啊！多谢兄台救命之恩。救你，只是因为看不惯有些人的行为罢了。啊？难道是刚才的事情被这少年看到了？不论如何，救命之恩大于天，还请……张文渊原本还想要请求陈云轩帮忙救助自己的妹妹，可是话还没有开口，便看到远处王克明几人竟然又跑了回来。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文倩呢？文倩怎么了？难道妹妹真的出现意外了吗？这小子竟然没死！不对，怎么多了2个人？3阶妖兽被杀了。啊，有4阶妖兽。我也感应到了，这里怎么会突然出现4阶妖兽？应该是先进去的人打扰了这些4阶妖兽，被赶出来了吧？毕竟4大家族和5大宗门的人都进去了，4阶妖兽可不是他们的对手。王克明，我妹妹呢？我妹妹哪里去了？王克明压根就懒得搭理张文渊，而是向着陈云轩和万事通2个人看了过去。陈云轩过于年轻，所以直接被王克明忽视了。在他看来，能够杀死3阶妖兽的绝对不可能是陈云轩，那必然就是另外一个人了。兄台，前方有4阶妖兽，如今正在向这里追过来。若是一人对抗，恐怕无法抵挡得住这畜生。不如我们联手如何？怎么？等我们和4阶妖兽交手之后，你好转身逃走吗？我们可不是那么好骗的。原来刚才发生的事情，这2人都看到了。兄台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我们虽然手段龌龊了一些，但也是为了能够顺利参加北域大比。这本就是弱肉强食的事情，要怪也只能怪他们兄妹2人太弱了，太傻了。但如今不同，4阶妖兽实力强大，为了活命，我们不会再耍任何的心机了。你觉得如何？王克明，我问你，我妹妹呢？滚！老子现在没空搭理你。你妹妹是死是活，关我屁事！我他妈没有义务帮你保护妹妹。我跟你拼了！你也不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，滚一边去！我现在没工夫搭理你。兄台，你觉得我刚才的提议怎么样？你觉得呢？先解决妖兽再说吧。这么说，他们是要答应合作了？王克明嘴上说的好听，但其实心里面依然是打算故技重施。4阶妖兽，好强的压迫感！兄台，我们只感觉到一道金光在眼前炸裂，下一刻，剑齿虎便失去了意识，彻底的没有生命迹象。这剑齿虎，这可是4阶妖兽剑齿虎，他居然轻轻松松的一拳秒杀了。最可怕的是，陈云轩太年轻了，不过16、17的模样，竟然拥有如此强大的实力。兄台威武！这位兄台实力超凡，恐怕这北域大比没有人是你的对手啊。北域年轻一辈，
有人的实力可以达到神通境吗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滚！这为何放他们离开？他们害死了我妹妹，为何不杀了他们？这3个人都不是好人。他们害的是你，不是我。想要杀了他们，那得你自己动手。小子，他说的没错，王克明并没有得罪我们，也没算计我们。我们为什么要杀了他们？跟他们有仇的人是你，所以让你自己变强，亲手报仇去吧。还有，你妹妹没死。没死？妹妹还没死？下一刻，陈云轩带着昏迷不醒的张文倩出现在了张文渊的面前。回去吧，这里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，就当是出来长了个教训，凡事还要量力而行。多谢恩公，我明白了自己和真正强者之间的差距了。还请恩公留下大名，今日之恩，日后必定回报。不用了，之后应该也没有机会再相遇了。还请恩公成全。也罢，我叫陈云轩。玉叔，你在找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在找陈云轩。北域大比这么重要的事情，我不相信他会不出现。陈云轩，就是你上一次回来提起的那个人。大周国真的出现了一位妖孽之才，真有你说的那么厉害吗？毕竟就是因为他的行为，让他失去了少家主之位。若不是他，大周国不会发生这么大的变故，我也不会被族中长老安上一个半世不利的罪名，夺了我的少家主之位。此人年仅16，但修为已经达到了超凡境2重。最可怕的是，超凡境9重不是其对手。当日刘国和他交过手，刘国给出的评价是：此子战力惊人，能与神通境1重强者一战，且胜负未知。你说他到底厉不厉害？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，能来的应该也都到了，要不然这北域大比就开始吧。其他3域应该也差不多开始了，咱们可不能落后于他们。没错，快点选拔出来人选，在4域会武之前也好用心栽培一下，以免到了4域会武的时候丢人。丢人是次要的，如果能够在4域会武之中拿到名次，那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不错，咱们北域这一次一定要团结起来。那就由我来宣布。赵长老，你的实力在我们这些人之中最强，理应你来宣布。不错，就由赵长老来宣布吧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都安静一下，想必你们这些小辈都应该清楚，这一次北域大比提前举办的目的是什么？你们能够来到这里，便已经说明你们这些人都是我北域年轻一辈之中的佼佼者。这一次的大比规则很简单，1对1比拼的淘汰赛，最终评选出前10的选手，将会代替我们北域出战4域会武。4大家族和5大宗门各挑选了5位选手，这些人将直接进入到最后比拼的环节。我相信大家应该不会有意见吧？意见？谁敢有意见？很好，既然大家都没有意见，那么现在开始抽签分组。真的不参加吗？无趣，这些人加在一起也不是我的对手，为什么要浪费那个时间？陈云轩就是一个疯子，无时无刻不在修炼的疯子。那你打算直接挑战，打完就走？算了，等等吧，没有必要破坏人家北域大比。是他，他真的来了。陈云轩，你果然来了。谁？陈云轩？他在哪儿？就在那儿。就是他？真的这么年轻？可他为何不去抽签呢？随着抽签结束，陈云轩依然无动于衷，这让程玉书松了一口气。难道他就是过来看看，真的不打算参加北域大比？还是说他根本就不屑于参加？别管那么多了，既然他没有抽签，那这北域大比就跟他没有任何关系，还是把心思都放在大比上吧。依我看，这陈云轩也不过是个浪得虚名罢了，说不定上一次拥有这么强的战力是服用了丹药，短暂性的爆发。难道真的是服用了短期内可以爆发战力的丹药不成？那个少年为什么一直在那边睡觉？你们可认得此人啊？是你们带来的吗？不认识，没见过。此人是谁？真是奇怪，既然不是我们带来的人，为什么要一直坐在那边？他难道不是来参加北域大比的吗？不清楚，不过也不用在意，只是一个少年罢了。不错，难不成他还会破坏了咱们的北域大比不成？不过半天时间就已经选出来了前50的名额。确实很无聊。我说，要不你直接出手算了。我看这要是继续比下去，还得几个时辰，到时候天都黑了。我虽然走的是勇往直前的路，但是我不是傻子。我现在还做不到无视所有人。要是破坏了北域大比，我就是得罪了北域这几个大势力。
我没有找死的习惯。行吧，那就继续看下去。希望这北域大比快点结束。说实话，我还是比较期待你会挑战那些人之中的谁。挑战谁？谁最强？挑战谁？失败也不要紧，最起码我会知道自己有多少不足。时间一点点的过去，北域大比终于迎来了白热化的战斗。想不到刘兆天和火尊两个人隐藏得这么深，这些年都被他们骗过了。是啊，没想到他们两个人的修为居然提升到了超凡境8重，简直可恶！就差一点点，就差一点点。这些人之中，要说最气愤的，那一定是程玉书和程玉林两兄弟。两人的修为都达到了超凡境7重，可以说他们才是真正的夺冠热门人选。但最终，两人止步在第3名、第4名。就在众人的议论之中，北域大比终于落下了帷幕。最终第1名的获得者是烈焰宗的火尊。赵长老，恭喜恭喜了！真是没想到火尊如今的实力竟然如此强悍。若是再好好的栽培一下，说不定在4域会武之时能够达到超凡境9重的修为。这样的修为足以在4域会武之中取得不错的成绩了。没错，就算是去争夺前5名也不是不可能。可曾听闻其他3域之中有什么高手？这倒是并没有听闻，大多数都是超凡境。既然如此，那便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。咱们北域同气连枝，这一次必定要让其他3域的人好好看看，咱们北域可并不比他们弱。赵长老说完之后，便开始宣布这一次北域大比的排名，以及代表北域前去参加4域会武的人选。终于结束了。啊，这小子要干嘛？这个时候他这是要做什么？晚辈陈玉轩，不知诸位谁的实力最强？我想领教一二。这小子当真是好大的口气，他来到这里居然是为了挑战这些长老们，难怪他不参加北域大比，他根本就没看得起北域大比。好狂妄的小子！看这样子也不过只有16、17岁，居然还想要挑战长老们。哼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，连北域大比都不敢参加，哪来的脸面挑战长老们呢？他以为自己是谁？妖孽级别的天骄不成？真是可笑呀！我来给他点教训。你们不是对手，不要浪费我的时间。狂妄，简直太狂妄了！好，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有多大的本事敢说出这番话。偏偏冒出来一个陈云轩，这是想要抢夺我的风头吗？火尊也不废话，直接纵身一跃，向着陈云轩冲了过去。不过是一拳挥出，一道金光冲向火尊，仅仅是隔空一拳，便让我毫无招架之力，甚至感觉陈云轩这一拳太过于随意了，完全没有发挥出他真正的实力。好强啊！火尊败了，一拳就一拳，太夸张了！这少年的实力竟然这么强，那他为什么不参加北域大比啊？这第1名非他莫属啊！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人家压根就没瞧得起这北域大比第1名的名头？瞧不起？我操！这可是北域年轻一辈第1人的称号呀，我做梦都想拥有。那是你有人家的实力吗？他竟然真的这么强？他太恐怖了！上一次见到他的修为不过是超凡境1重、2重，如今这才短短1个月的时间呢，怎么就1个月的时间提升4重修为？这未免也太恐怖了一些吧？陈云轩，咱们之前从未听说过有这样一个天才少年。陈云轩，你的实力不错，为何不参加北域大比呀？想要挑战我们，你还需要再努力，起码也要等你的修为突破到神通境才行。北域大比我没有兴趣，我只是想挑战你们之中最强的那一个，还请前辈成全。这好一个有趣的少年！既然他这么要求了，要是不满足的话，倒是显得咱们小气了。这刘长老，对方毕竟是一个晚辈，不太合适吧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这不是他自己要求的吗？小子，我的修为是神通境5重，怎么样，还入得了您的眼吗？不过你放心，我会手下留情的，绝对不会伤了你的性命，切磋而已。哼！神通境5重，很显然，这个修为让陈云轩多少有些失望了。也罢，那就先从你开始吧，前辈，请。啊？什么意思？那就别怪老夫不客气了。一剑斩出，剑气纵横，直奔着陈云轩冲了过去。这刘长老的实力果然恐怖，这一剑好强大的威力。是啊，面对这一剑，陈云轩绝对扛不住。
废话，他用什么来扛住刘长老这一剑啊？命吗？神通镜果然恐怖如斯啊！一拳挥出，拳头散发出来的金光和剑气冲撞到了一起，产生了巨大的爆炸声。怎么可能？接住了！陈云轩竟然接住了刘长老这一剑，甚至毫发无伤。果然有手段，这是一个妖孽，一个绝对有资格成为我对手的人。陈云轩，你要小心了，这一剑我可不会留手了。我亦如此。请。陈云轩也不想要再浪费时间，身影一闪，直接向着刘长老冲了过去。这小子明明走的是刚猛路线，怎么速度也这么快？给我开！哇！轰的又是一声巨响。输了！刘长老竟然输了！妖孽，变态！这小子还是人吗？他输了。你们之中还有谁比他更强吗？如果没有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你刚才没出全力，对吗？80%。80%，这小子竟然只发挥了自己80%的实力，这还是超凡境吗？什么时候超凡境越级挑战还要留手了？你当真是北域之人？不错。你们知道北域有一个陈家吗？这姓陈的倒是有不少，可是修炼者家族之中，实力算不错的，好像是没有。各位长老，我知道他是谁。哦，你是程玉书，你知道？不错。他将自己当初遇见陈云轩的经历原原本本的说了一遍。听到程玉书的描述，所有人都愣住了。大周国这么一个小地方之中，一个不起眼的家族，竟然出现了这样一位妖孽。这样的人若是能够拉拢，对于烈焰宗来说是绝对的好事。陈云轩，我是烈焰宗的长老，我的修为在神通境7重，不知道能不能做你的对手？我有这个资格吗？赵长老说了什么？神通境7重，有资格当你的对手吗？这简直太给陈云轩面子了吧！神通境7重吗？我很感兴趣。他原来真的没有发挥出80%实力，超凡境6重，堪比神通境7重的战力，这谁人能敌？一声巨响，好痛快！真是没有想到，你居然能跟我战斗到这种程度，是我小瞧你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接下来我可就要用全力了。陈云轩，你可要小心一些了。求之不得，赵长老，那晚辈也不客气了。好，那就让我看看你这小子究竟妖孽到了何种地步。随后浑身气势暴涨，烈焰炎炎，这可是烈焰宗最强武技。陈云轩，真的能够抵挡得住吗？天意意境，好霸道的气息。这是意境？什么？陈云轩竟然连意境都领悟出来了？这，他到底还有多少手段？此时的陈云轩浑身充满了霸气，金光炸裂，众人只看到赵长老倒飞而出，败了。赵长老竟然也败了。我输了，陈云轩，你可还有所保留？全力一击，并无保留。全力一击嘛，原来这小子也到了极限。陈云轩，从今天开始，你才是北域年轻一辈的第1人。4域会武名额理应有你。4域会武我会去，但是不会参加比赛。我要的从来都不是北域年轻一辈第1人。哦，那你要的是，以前是北域第1人，现在嘛，我要成为4域第1。4域第1，这小子的野心也太大了吧。不过就凭着陈云轩的年龄以及他刚才所表现出的战力，这是早晚的事情。你想要统一4域？不，我的目标不在4域，在何处？中天域。说罢，陈云轩向着中天域所在的方向看了过去。老祖，我的表现你会满意吗？废物，一群废物！家主息怒，这陈长安行踪飘忽不定，谁都不知道他到底要去什么地方。况且狼牙这么大，想要找到一个从未见过之人，真的不容易。狼牙很大我清楚，但云川也大吗？以你们的实力，一个小小的云川也找不到人，找不到不会问吗？难不成他们在云川什么地方也不去？一男一女还带着一条狗，这样的组合很常见吗？你们不是废物，谁是废物？家主，我们也是四处打听，确实有人见过，但并没有多少人留意。而且我们在云川也找了不少家族和宗门的人帮忙。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点，陈长安似乎都曾经登门拜访过，只不过很快就离开了。
而且似乎每一次陈长安都能够避开我们，就好像知道有人在调查他的行踪一样。不会真和老祖相识吧？如果当真如此，咱们这么做，这话也就骗骗林若恒那臭小子还行。老祖是什么样的人物？来个人说认识，就当真认识吗？如果云川的异象真的是由顾仙儿引起的，你们想过后果吗？顾仙儿和我们之间可是有着灭族之仇，那陈长安若是老祖朋友，会带着顾仙儿离开，让他日后和我林家为敌。你们找脑子是用来干什么的？问没问？陈长安登门拜访所为何事？这或许就是找到他的关键。回家主问了，据说陈长安在打听有没有人知道狼牙陈家。狼牙陈家？这狼牙有陈家吗？陈长安打听陈家，想必是他和这个陈家有什么关系，很有可能他就是陈家的人。你们觉得一个你们都没有听说过的陈家，出来一个人，真的会认识老祖这般人物吗？亏你们刚才还担心这件事情。陈家，还要找的是哪个陈家？啊？哪个陈家？你不刚说了是一个没听说过的陈家吗？你都没听说过，我们就听说过了。回家主，听说好像是问的500多年前是否有一个陈家在云川。500多年前？好，这件事情我知道了，你们先下去吧。记住了，寻找陈长安和顾仙儿的事情一定不要放松，继续加派人手，一定要找到他们的下落，他们一定还留在狼牙。是，家主。怎么会是这个陈家？林雄，求见各位长老。林雄，你特意来此，可是林家最近有什么事情发生了？还是说云川那异象的事情已经有眉目了？回长老的话，有了些眉目，但我此番前来并非为了此事。3位长老可还记得陈家？陈家？你说的是哪个陈家？就是500多年前的那个陈家。最近有人在打听500年前陈家的消息，而这个人的名字叫陈长安。云川发生异象之时，他人就在，而且就是事发地点，或许也和这异象有些牵连。最奇怪的是，此人声称认识我林家林相柳老祖。认识林相柳老祖？哼，笑话！就算是当年的那个陈家，也没有和林相柳老祖有什么交集。如今突然跑出来一个陈长安，就敢说认识老祖？这个陈长安呢？把他带回来，我有话要问他。此人如今下落不明，不知长老有何想问的？大长老将一颗晶莹剔透的珠子拿了出来，正是陈长安正在寻找的胎珠。我们3人研究了500年，始终没找到这珠子的秘密。陈长安打听陈家，说不定是陈家的人，或许只有陈家人才知道这珠子的秘密。大长老，我想不明白，您3位研究了这么多年都没有研究出来，会不会这珠子本身就是一个无用之物？无用之物？陈家传承那么多年的东西，怎么可能会是无用之物？我们越是无法参透，越说明这东西的珍贵。如果能够知道这珠子的秘密和使用方法，说不定我们3人也会有追赶林相柳老祖的机会。这珠子当真如此厉害？3位长老，我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了。你们放心，我一定会找到陈长安的下落，并将他带回来见你们。好，你好好的做，日后不会亏待你的。是，多谢长老。狼牙这么大，这陈长安究竟去了何处？凤凰仙体，果然恐怖。这才短短1个月的时间，而且大多时候都在赶路。没想到顾仙儿的修为竟然提升到了超凡境9重，只差1步便能够达到神通境。这速度，恐怕陈云轩那小子追赶上有些困难。只是可惜了，云川之中并没有打听到陈家的消息。陈家当年应该不在云川，所以这些人才不清楚。嘿，大黄，我跟你说话呢，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？陈长安也是有些纳闷啊，这大黄最近有些情绪不对呀，难道是身体有什么问题了？大黄，都是兄弟，有事你得说，别自己闷闷不乐。你是遇到什么难处了吧？哎呀，我想上青楼。啊，逛窑子？这王八蛋上瘾了？至于吗？不就是去了1次，这怎么还爱上了呢？你最近一直闷闷不乐，
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啊？你不懂，你没有了解过真正的快乐，好香，好软，好舒服，就连那普通的韭菜瓜果，吃起来都格外的沁人心脾，回味无穷，当真是人间仙境，我心向往。你一条狗，还他妈回味起来了？你除了吃吃喝喝，你还能干啥？你有个屁真正的快乐？我看你啊，就是思春了。你放心，咱们从云雪岭离开之后，我一定给你找几条母狗，绝对漂亮，血统纯正的，保你满意。呸！陈长安，你他妈还真把我当狗了！我告诉你，我是血统纯正的神兽，高贵的麒麟。你说过很多遍了。知道就好，我不管，我就要去青楼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我去看顾仙儿，你愿意打滚，留在这云雪岭安家吧。嘿嘿，都是兄弟，嘿嘿，我知道你不会那么绝情的。你说这吃吃喝喝在哪儿不是吃不是喝呀，对不对？在青楼吃得开心，钱花的也值，反正你又不差那点钱。那你不喜欢，你可以不叫姑娘不就好了吗？反正你也有顾仙儿服侍。唉，可怜我大黄，从禁忌森林之中跟着你出来，无依无靠，没有亲人，没有朋友，我耍赖不成，大黄开始走起了苦情戏码，这让陈长安是十分的无奈啊。行了，你演的累不累啊？有机会再带你去一次，你学点好的吧，看看你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。狗嫖客。你人生不就活一个潇洒痛快吗？变成什么样子有什么所谓啊？开心最重要，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？大黄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这云雪岭上面的雪妖怎么好像不见了？怎么一只雪妖都看不到？本大爷在此，他们躲得远远的，这也正常。就是苦了顾先生那个丫头了，找了半天一直找不到，还历练个屁了。陈长安带着他来到这云雪岭，目的就是锻炼一下他的实战能力。公子，没事，找不到雪妖而已，并不是什么大事，不需要这么紧张。可云川一直相传，在这雪岭之上，雪妖的数量很多。我也发现了一些雪妖留下来的痕迹，可为什么他们就好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，完全找不到呢？有痕迹，说明雪妖是真实存在，并非杜撰。可为什么雪妖全都消失不见了呢？我都说了，还不是因为……别扯淡，看看什么情况。行吧，看在你请我上青楼的份上。大黄放开自己的感知，突然神情一变，这让陈长安也有些意外。能够让大黄动容的事情恐怕真的不多呀。怎么了？有情况？有，大情况。大情况？这小子是认真的吗？大黄，别胡闹了，到底怎么了？怎么说呢？雪妖确实存在，而且数量十分庞大。我大概的估算了一下，数量过千，不愧是群居的妖兽，就是不一样。数量过千啊？那这数量还真不少。可这跟大情况有什么关系？但是这云雪岭不仅仅有雪妖，还有人类。最奇怪的是，这些人类和雪妖如今都聚集在一起了。聚集在一起了？打群架？不太可能啊！只是单纯的打群架，不至于让大黄觉得是个大情况。难不成是聚会呢？这可不是说云雪里的雪妖生性好战，不喜人类的吗？哎，你别大喘气啊！有什么话一次说完。朝拜，他们在朝拜，雪妖和人类一起。我发现这云雪岭的最高处有一个天池，天池附近是一个村庄，这里一直都有人的生活。而这些雪妖和人类的关系似乎相辅相成，他们彼此之间很融洽，但是他们在朝拜什么不清楚。这天池有问题，这云雪岭还真有点意思。雪妖、人类、天池、朝拜，感觉这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。走，过去瞧瞧。走走走，我也好奇，这种情况还真没见过。看着倒是挺虔诚，难不成这天池之中有他们的祖宗？也不对啊，人类、雪妖，这祖宗，要说人类拜祖宗倒也说得过去，那雪妖在做什么？他们的祖宗也在天池之中。大黄，你难道就没有注意到这天池有问题吗？当然注意到了，这天池似乎被一股能量包裹着，感知进不去。说起来，能够挡得住我的感知，这天池绝对不简单。公子，我们要过去看看吗？等等，无冤无仇，没必要去打扰人家的某种仪式。时间一点点的过去，夕阳西下，这云雪岭的顶部也刮来了不小的风。好冷啊！冷？顾仙儿怎么说也是超凡境9重修为，会因为一阵风而感觉到寒冷？这地方果然有古怪，这些人好像也要结束了。突然雪妖之中出现了一阵骚动，
不要动手。他们早就已经到了，却并没有打扰我们，看起来并无恶意。让我先过去询问一二。不知这位小友来到此地所为何事啊？你怎么会知道今天能够来到此处？陈长安呢，也是大大方方的将来意说了出来，并没有任何的隐藏。如此说来，倒也是一场巧合了。现在的事情你们都看到了，为何不走？为何不问？看到了就不好奇是在做什么？如果不好奇，为什么不转身离开，而是一直等在这里？自然是好奇，只不过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，如此重要的场合，我相信你们不会希望有人打扰，等一等而已，又不会浪费多少时间。公子这般人物，果然行事光明磊落。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，你他妈干过几件君子干的事啊？天色已晚，不知道我们能否在此地借住一晚？借住一晚？这村子可还从来没有收留过外人，就算曾经有人误闯此地，也都是被直接赶走了。抱歉，我们这里不方便。如果没有其他事情，还是速速离去吧。这里并没有什么值得你们好奇的。村长突然变得严肃了起来，说完之后也不管陈长安是否还有话说，直接转身离开。还真是够小心的，这天池究竟有什么秘密，让他们如此紧张？要不然咱们就来个夜闯天池。不适合，这不适合，我们是正经人啊。正经人？你他妈这些年少干缺的事了。你要是正经人，能他妈让玄武道当3000年乞丐？明知道自己很少出来，若不是被你师父给赶了出来，玄武道这辈子恐怕都摆脱不了乞丐这个身份。你是正经人，咱们这怎么能是夜闯呢？看看就是看看，单纯的好奇而已。你说这么多天了，也没洗个澡啥的，是不是得去好好清洗一下？这冰天雪地，就那么一个地方有水，不去天池去哪儿？星儿，你说对不对？莫非这才是他本来的面目不成？好无耻！不过怎么感觉有点可爱呢？公子所言句句在理，理应如此。我操！陈长安一个人无耻也就罢了，这顾仙儿人是怎么也崩塌了？出见顾仙儿，虽沦落风尘之中，却出淤泥而不染，骨子里面是清高的，是有着自己底线的人。怎么跟着陈长安没多久，底线都没有了？顾仙儿，你变了，变得和他一样无耻。大黄前辈，此言差矣。对仙儿而言，公子的话便是一切。公子既然如此说，那便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仙儿并没有变。得，我说不过你们两个，那到底怎么办？我都有些按耐不住了。这天池到底有什么秘密啊？我还真想去看个究竟。去是一定要去的，但是我不想伤害这些村民，毕竟他们也是无辜的。所以啊，大黄你得想个办法，不管是村民还是那些雪妖，让他们通通沉睡过去。有办法吗？就这？哼，你也是真瞧不起我。随后身影一闪，不过片刻之后，便又回到了陈长安的面前。都搞定了，放心吧，我不让他们醒，他们10天半个月也醒不过来，足够咱们去一趟天池了。走。哦，对了，仙儿，你就不要跟着去了，你的修为太弱了，以免发生什么变故。这，好吧，一定要努力修炼，争取早日达到能够不拖后腿的实力。一起吧，他留在这上面也不太安全，况且有你在，能有什么危险啊？这叫什么话？怎么会不安全？不管是村民还是雪妖，我可都搞定了。你这是对我的侮辱。你这么厉害，带着他一起长长见识有什么？跟着你，难道还有什么危险不成？这话说的有道理。丫头，跟着我，保你不会有危险。走。多谢公子，多谢大黄前辈。公子，我过不去。我操，我也过不去。来到天池旁之后，大黄和顾仙儿发现有一道屏障拦住了他们，只有陈长安不受任何的影响。这应该有一道结界，白天你的感知力应该也是被这结界阻挡的。对，差点忘了你是个变态，结界对你没用，居然还想拦住我，我倒要看看这结界有什么厉害之处。大黄也来了脾气，施展浑身解数，也想要破解这道结界。哎，这结界有问题，我居然都破不开。怪哉怪哉，难不成这结界是大地巅峰强者所布置？你的意思是，这天池之中很有可能存在着一名大地巅峰强者？这恐怕不太可能啊。还是说，是大地巅峰级别的强者在这里囚禁了什么？这结界不只是不让外人进入，也是为了不让里面的什么东西出来。不过，还有一个可能，
就是这结界是天然形成的，之所以会这样，是因为天池之中有一件了不得的至宝。陈长安，你小子不会想要自己下去一探究竟吧？你这王八蛋也死不了，担心什么呀？没事，你去吧，快去快回，我在上面帮你守着。行啊，你们进不来，那就我自己下去吧，应该问题不大。大黄前辈，公子真的不会有事吗？公子现在怎么样了？里面的情况我感知不到，不过你可以放心，陈长安别的本事没有，就是命硬。这天底下能够让陈长安受伤的人，怕是还不存在呢。无敌，只有无敌才能够做到让任何人都无法伤害自己。公子果然非同一般。在这天池的底部，同样也有一道结界，不过这道结界只不过是屏蔽了天池的水。有点意思啊。最重要的是有温度，这种温度并非是天然形成的温度，而是有人生活的温度。有人，这里有人。我知道你在这里，我没有恶意，不过是途经此地，发现这地方有些古怪，特意进来看看而已。陈长安，猎战狂，怎么是你啊？你他妈还没死呢！我也没想到，这么多年了，你居然也活着，还在这里与你相遇，造化弄人呐！不瞒你说，我都已经6000多年没有见过熟人了，憋屈啊，真他娘的憋屈！在这里生活了6000多年，这得罪人了？这王八蛋天生就是个惹事的祸。是啊，得罪了大地强者，没办法，只能够躲起来了。这么多年，我都不敢出去，好在这地方不错，别人也进不来。你怎么进来的呀？陈长安怎么进来的这地方呀？走着进来的，这结界对我没用。不过你小子现在实力不错，这结界居然把大黄都拦在了外面。大黄也来了呀？对，你们两个形影不离，这么多年了，他居然也活着。他到底是个什么品种的狗呀？怎么这么变态啊？狗王，狗王，活这么久，都快成狗弟了。哎，行了，还是说说你的事情吧。你得罪了哪位大帝？这太玄界的大帝强者可并不多。还能是谁啊？当然是龙无期那个老不死的东西啊！我不过就是说了句，这王八蛋长得真难看，他他妈就派出10名不死境追杀我。大哥，我当年也不过才至尊境，至于派出来10名不死境吗？为了这事儿啊，我爹更干脆，直接把我逐出家族，以免连累他们。嘿，还真是父子情深呢啊！龙无期，龙帝宫的创建者，也是如今太玄界为数不多的大帝境界强者之一。龙无期和慕云瑶是同辈重人，实力同样是大帝巅峰。这猎战狂也是活该。龙无期这辈子最大的忌讳就是被说丑，他居然还上赶着触人家眉头，不杀你杀谁啊？那这天池的结界也是你布置的？不是，我哪有这个本事啊？虽然我如今的修为也达到了不死境，可还没有本事布置这样的结界。这东西我来的时候就有，要不然我怎么会选择这个地方啊？之前就有，那你怎么进来的？大黄都进不来。唉，或许是运气吧。这云雪岭之上的天池一直都存在，这结界自然也是如此。但这天池的结界每隔一段时间会出现短短一瞬间的停滞状态，我当初就是偶然间发现了这个事情，所以才躲了进来。进天池的结界我等了1年，水下这个洞口的结界我又等了1年，太麻烦了，所以我很少会出去。可是，那外面的村民和雪妖又是怎么回事？外面的村民和雪妖跟你有关系吗？这些人朝拜的不会就是你吧？是，也不是，有些复杂。那你就简单的说一下。行。这里的村民和雪妖，他们似乎都在信奉一个神，名为雪神，而这天池就是雪神的栖息地。当猎战狂出现在这里，并且误打误撞进入到天池之时，恰巧被村民看见，所以将他当成了雪神。不管怎么说，在你之前，这里一定有什么存在，不然的话，这结界怎么解释？你住在这里几千年了，什么也没有发现吗？我当初也有过你这种疑惑。说实话，这几千年呢，我一直都在探索，希望能够找到这天池的秘密。我也想获取这机缘，说不定我的修为突飞猛进，就达到了大帝境界。到时候我非得好好的教训教训龙无期这个丑八怪。妈的，长得难看还不让人说了，你说气人不气人呢？行了，知道你憋屈，能不能说正事？正事就是这么多年了，我除了发现了一个石室之外，什么也没有发现。就这么大点地方，我待了这么多年，你说我憋屈不憋屈啊？就这么一个石室，所以你这些年没拉屎吗？拉屎？拉什么屎啊？这跟拉屎有什么关系啊？老子这么多年东西都没吃，拉个屁啊！况且我什么修为啊？
身体怎么可能会产生这些肮脏之物啊？不过，我在这里这么多年，倒也是发现了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。每隔半年之久，这地方的灵气就会出现一次爆发，浓郁程度就是以我的见识都感觉很震惊。但我一直没有找到源头在什么地方。我倒也是趁着结界松动的片刻，潜入到天池之中寻找过，发现并不在天池之中。我怀疑，一定有什么地方是我没有发现的。怀疑？这他妈还用怀疑吗？明摆着的事。哦，对了，刚才我进来的时候，你怎么躲起来了？这石室之中为什么单独弄出来那么一个石墙？突然跑过来一个人，这地方一般人进不来，我还以为是龙无期的王八蛋追过来了呢。至于这个石墙，我来的时候就有，不过没啥问题，我早就检查过了。检查过了？这不仅仅是能力问题，重要的是脑子。很显然，叶战鹏并没有。还不相信我呀？你看，这地方不什么都没有吗？老子几千年都没有发现，你还能看出花来啊？只见陈长安伸手触碰了一下一左一右的墙壁，突然他的手居然直接没入到墙壁之中。这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这地方我摸了不知道多少遍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呀？歧视吗？我被这石墙歧视了？啊，我摸就不行，非得让陈长安过来摸才有反应。妈的，为什么呀？哎，我就想知道是为什么？凭什么你可以，我不可以啊？因为我比你帅。啊？比我帅？好，我承认你更帅一点。反正咱俩谁都比龙无期那个王八蛋长得好看。这里应该是一道结界，只不过看起来好像是石墙。你穿不过去，所以摸起来和石墙没有区别。但结界对我没用，所以我能过去，你不行。行，那你快进去吧，我在外面等你。这就放弃了。按照你的脾气，你不应该暴跳如雷，然后疯狂破解结界吗？陈长安有些好奇地看向了猎战狂，这不符合他的性格呀。疯狂个屁呀！我都疯狂多少年了？这结界有多强，我比任何人都清楚。快进去吧啊！别在这儿废话了，我也想知道这地方有什么秘密。行，我先进去了，你在外面等我。好。陈长安进入到石墙之后，发现这后面的空间可要比石室之中大多了。这是仙灵树，乃是精纯浓郁的灵气，经过不知道多少万年的时间慢慢凝聚而成。能够在这仙灵树旁边修炼，绝对可以提高数倍甚至是数十倍的速度。而仙灵树真正可怕的地方在于，树上凝聚而成的仙灵果，这才是真正让人疯狂的存在。15枚，居然长出了15枚仙灵果。仙灵果需要3000年才会结成一枚，这里足足有15枚。单单是这仙灵果凝聚的时间就已经达到了45000年。当年那个什么雪神，恐怕就是发现了这仙灵树的存在，所以才留在了这里。说不定他当初也服用了不少仙灵果。这么多的好东西，要是不笑纳，岂不是有些可惜？出来了，这么快啊？哎，里面有什么呀？你倒是说话呀！你说说你，来了客人也不招待，一点不懂得待客之道。啊？招待？我这毛都没有，怎么招待啊？哎，你别找茬，你看我这有啥呀？啊，我他妈给你尿一泡，请你喝。看起来你是不想知道这天池的秘密了。哎呦，别呀，大哥，我错了，快告诉我，里面什么样子的？有没有宝贝啊？有，而且是一件至宝。至宝？能够让陈长安说是至宝的东西，那绝对差不了。哪儿的？拿出来让我看看。你放心，我猎战狂这点人品还是有的，绝对不抢。我就是想看看是什么东西啊。拿不出来。拿不出来？此话怎讲啊？仙灵树，你能拿出来？仙灵树，居然是这个只存在于传说之中的东西。你是说，这天池底，我这石室旁有一棵仙灵树？老子待在仙灵树旁边几千年，愣是不知道它的存在。难怪这里的灵气如此浓郁，还会出现灵气爆发的状况。仙灵树，居然是仙灵树！陈长安，你他妈这是要发了呀？那你出来干嘛呀？你留在仙灵树旁边修炼呢？对了，你现在到底什么境界了？我怎么看你表现出来的只有真气境1重啊？你装低调呢啊？要是没有突破到大地境界，你不妨留在我这里闭关，我觉得你有机会冲击大地境界。你不想吗？我当然想啊，可我进不去啊，这份机缘注定与我无缘呢。朋友一场，送你个礼物吧。说罢，陈长安直接取出来了一枚仙灵果，扔给了猎战狂。马上吃下去。我去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好精纯浓郁的灵气，这仙灵果，你知道仙灵树，应该也知道这东西。不过没有人服用过这玩意儿，
也不知道功效如何。你先替我验证一下。行，这种事多多益善，我先运功修炼。道皇前辈，公子都已经下去3天了，怎么还不回来？不会真的出现什么危险了吧？没办法，我的感知能力探查不到下面。不过你可以放心，我说过，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人能够伤害到陈长安的。再等等吧。妈的，怎么会这么难呢？能量虽然浓郁，可要冲破到大地这一道屏障实在是太困难了。结束了？没有，这仙灵果的能量太强大了，我根本就不可能在短短3天之内完全吸收，恐怕需要至少1年的时间，我才能够将这些能量彻底消化。这东西不愧是至宝呀，真恐怖！我的修为都需要1年的时间，这要是其他人，恐怕不知道要用多久。这仙灵果之中的能量，狂躁吗？很温和，没有修炼过的孩童都可以吃，不会有什么影响。只不过他们吃了的话，没太大好处。第一，他们无法吸收；第二，随着时间这些能量会被浪费。至于第三嘛，我也不知道了。不知道你说个屁呀！行，我也下来3天了，该走了。你呢？有什么打算？我暂时就先不走了，我又出不去，而且我也不想现在出去。我要用上1年的时间冲击大地境界，到时候我就有底气出去了。他是大地巅峰，你突破到大地，恐怕也不是他的对手。我知道，但他也绝对不敢轻易对我出手。等我出去之后，我会去找你，咱们2个人好好的聚一聚。好。公子您回来了。下面有什么？你看看人家，还知道关心关心我，你就知道问下面有什么？下面有你祖宗。快说到底有啥呀？陈长安随后将自己在下面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。孽战狂那小子居然要今天，终究还是为了自己的年少轻狂付出了代价。不过这样也挺好的，起码还活着。只是没有想到，在云雪岭的天池之中，居然会有仙灵树。这玩意儿恐怕整个太玄界就这么一棵。大王，想尝尝仙灵果的味道吗？这么珍贵的东西你给我吃，这货什么时候这么好心了？不过你要帮我做一件事情，很简单的事情。切，就知道你没那么好心。说吧，让我做什么？去一趟北域，给陈云轩那小子送一枚仙灵果。你对这小子还真是好，有好东西还想着他。不过倒也无妨，毕竟这里距离北京也不算太远。啊，你他妈先说给我一枚仙灵果，是他妈怕我把陈云轩这枚偷吃了吧？陈长安，我有那么狗吗？你不本来就是一条狗吗？我这么好的东西，如果不先给大黄一枚，直接就让他去送，这王八蛋绝对会半路自己吃了，然后找个借口回来再要一枚给陈云轩送去。与其浪费时间，不如直接先给他，还显着自己大方。别废话了，快去快回。行，我速去速回。你接下来要去哪里啊？翻过云雪岭，应该就到了兰陵地界。我可能会先去兰陵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去吧。公子，那我们现在启程出发兰陵吗？你不想要仙灵果吗？我只是公子的侍女，如此珍贵之物，还是留给更重要的人吧。陈长安盯着顾仙儿看了一会儿。公子这是怎么了？难道是我脸上有东西吗？顾仙儿脸色微红，低着头，脑海之中乱七八糟的想法也是一大堆。服用了吧，我也想看看你服用仙灵果之后，修为会提升到什么程度。这是我的命令。多谢公子。服用了吧。是。公子，到达极限了。不过，我恐怕只吸收了仙灵果1成都不到的能量。尽管如此，1天时间，顾仙儿的修为从超凡境9重飙升到了神通境9重，已经很不错了。后续慢慢转化吸收这些能量，足以支撑你的修为突破到洞虚境。洞虚境？公子，岂不是说，如果我在3年之内将这枚灵果的能量完全转化吸收，我就可以登顶人榜了？不错，不过你也不能小瞧的其他人，这些人说不定3年之内修为也会突飞猛进，所以你需要更加努力才行。是，公子。走吧，是时候离开了。一男一女一条狗，这应该找的是我吧？陈长安也没有想到，兰陵这边居然有人在寻找自己的下落。公子，会不会是林家的人？能够命令这么多人的，绝对不是普通家族。虽然这里是兰陵，但也在狼牙地界之内。在狼牙，林家就算只是一个旁系，分量也是很足的。林家的动作这么大，真的只是担心你崛起报复吗？或许有这方面的原因，但是我总感觉他们的重心放在了我的身上。公子，那接下来怎么办？大黄前辈回来之后，必定会引起别人的注意。引起注意就引起吧。啊，林家在清水，对不对？没错，林若航所在的林家在清水，距离此地倒也不算太远，不过数千公里。最好别是我想象的那种。公子，
你的意思是去清水吗？顾仙儿没想到这么快就会回到那边。如今看来，这清水顾仙儿，你是顾仙儿？这个人，我怎么好像没有印象？他怎么会认识我的？嘿嘿嘿嘿，没想到这泼天的富贵居然会被我得到，当真是老天眷顾。你是顾仙儿，那你旁边这位一定就是陈长安了。虽然那条狗不在，但已经无关紧要了。你们两个不想吃苦头，就乖乖跟我一起离开吧。难怪一直找不到，原来他们把狗扔了，好狡猾的两个人呢。抓住这两人，到了林家，那可是能够获取丰厚的报酬的。妈的，这两个人是我的，谁也别抢！你算老几啊？你说是你的就是你的，你有这个本事吗？要不然你们继续吵，我先走。都给我滚一边去！你们也配？妈的，又是谁呀？你高长远，刚才口不择言，还望高公子莫要怪罪。我这就走，这就走。对，我们确实不配，我们不配。公子，我听说过高长远这个名字，是高家年轻一辈的天才，25岁已经达到了神通境5重修为，而且还是高家的少主，身边跟着的高手不少。高家，他们居然也来趟这浑水。不过是一个真气境1重的年轻人，值得林家如此兴师动众。不过这顾仙儿，修为怎么有些看不透？还是说他并没有修为？今天算你们运气好，遇见了小爷我，否则的话，免不了要吃些苦头。老老实实跟我走，我不会过多的为难你们。运气好，可我怎么感觉你的运气不怎么样？这小子什么意思？是在藐视我吗？你可知此为何地？在兰陵，你竟然敢如此与我讲话，你还真是好大的胆子呀！他既然想要吃苦头，那就成全他。你们两个，好好的给我教训他一下。是少主。这个陈长安啊，还真是不知死活，连高家少主都敢得罪。是啊，他连林家都敢得罪，你觉得他还有什么不敢得罪的？就是，这么说倒也是，可惜了，本来可以完好无损的被带走，现在倒好，非要吃点苦头。陈长安是毫不在意，并没有将对方放在眼里。这不对，不是这个陈长安动的手，是顾仙儿。什么？顾仙儿？这怎么可能啊？林家的人不是说这顾仙儿的修为只有真气境的吗？那两人可都是神通境，居然毫无还手之力。不可能，绝对不会是顾仙儿，林家的消息不会错的。不，就是顾仙儿。我刚刚注意到了，顾仙儿的身体虽然只是出现了轻微的浮动，但就是这个时候，高家的那2名神通境武者就被击飞了。我派出去的可是2名神通境6重的手下，居然连一招都接不住，而且顾仙儿的速度未免也太快了吧！记住，下一次不要留手，不要给敌人任何喘息的机会，记住了吗？是，仙儿记住了。我只是担心。没什么好担心的，一个高家而已。谨遵公子教诲，仙儿保证下一次绝不会留手。记住了就好。少主，此地不宜久留。根据林家提供的消息，这顾仙儿1个月之前只不过是真气境，能在短短1个月之内将顾仙儿的实力提升到如此境界，此人绝不简单。恐怕就算我们2个人一起出手，也未必是陈长安的对手。你们2人也不是他的对手。别说我们，高家之中怕也没有人是他的对手。单是顾仙儿这件事情，高家就无人能做到，恐怕就连林家也未必有这样的手段。这一次不仅仅是咱们高家踢到了铁板，恐怕林家也是如此。也不知清水林家和陈长安之间有什么过节。那现在怎么办啊？他不会对高家怎么样吧？认错道歉，不可与之为敌。认错道歉？少主不可犹豫，时机稍纵即逝。为了高家，委屈你了。没错，少主，面对强者道歉，这并不丢人，这是人之常情。先前的事情，是我高长远的不对，多有得罪，还望2位不要见怪。我们高家也是碍于林家的威势，不得不这么做，还希望2位能够网开一面。有什么要求，只要我做得到，你尽管提。这是谁呀？啊，这可是高家的少主，在兰陵这地方，什么时候低过头？可今天不仅仅低头了，还道歉认错了。这陈长安究竟是何方神圣？还好高长远来了，如果刚才我们动手，谁都跑不了。现在知道认错了，说吧，林家让你们抓的是我，还是顾仙儿？2位都抓，但重点是你。重点是我，事情还真的变得有趣起来了。公子，莫非是因为您和林家老祖相识？也不对，如果是这样，应该是请您去，而不是以这样的手段才对。林家这是为何？事情朝着我最不希望的状况发展了。清水林家还真是自寻死路。如果说先前陈长安只是有所怀疑，那么现在他可以肯定，
清水林家必然就是当年抢夺陈家胎珠的人。林家自寻死路，这小子到底在说什么呀？他真的连林家都不放在眼里吗？就算是清水林家，那也是有着3位洞穴境强者的，他是疯了不成？滚吧，今天没心情搭理你们。多谢前辈不杀之恩。公子，我们直接去清水吗？不去清水，去天水湖。天水湖，这不是林氏主家所在的地方吗？直接去林氏主家吗？去见见老朋友。那大黄前辈怎么办？要不要等他几天？不用，大黄很聪明的，而且他的感知力很强，会找到我们。如果这件事情真的和清水林家有关，陈长安有必要先找到林相柳。一方面是身为朋友，怎么也要知会一声；另外一方面，想要找回胎珠，不一定非要用武力。这个时候，人脉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。这个陈长安当真如此恐怖？若是如此，清水林家为什么要得罪这样的一个人？还是说，因为清水林家认为背后有林氏主家，所以无所畏惧？那陈长安如今可是去了清水？听闻好像是他提了一句要去天水湖。天水湖，直接越过清水林家，直奔林氏主家。来人呐！在，家主有何吩咐？你现在动身前往清水林家，就说陈长安出现在兰陵，但是实力强大，高家无能为力。另外，这件事情一定要隐秘，不要被任何人知道，记住了吗？是。父亲，为何如此？你就不怕陈长安知道之后对我们高家出手吗？你还是想得太简单了。不管是这个陈长安，还是清水林家，咱们都不能得罪。最好的办法就是瞒着陈长安，找到清水林家先解释一番。日后事情不管怎么发展，那就跟咱们高家没有什么关系了。所以，我才让人秘密行事，不要透露分毫。今天见过他的人这么多，陈长安又有什么依据是我们高家通风报信呢？父亲英明，这陈长安绝对想不到咱们高家的人会这么做。不过说起来，这陈长安敢直接前往林氏主家，怕是身份不简单呢。中天域太大了，咱们这琅琊也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，有背景的人很多。如今人榜现世，正是多事之秋。切记，就算在兰陵，也一定要低调行事，记住了吗？父亲放心，孩儿谨记。我如今的目标便是人榜排名。人榜排名？你恐怕是没这个机会了。突然，一道笑声传来，高家父子二人都是心头一惊。这绝对不是高家的人，究竟是谁能够无声无息进入高家？来者何人？可敢现身一见？你们不配！我来这里只有一个目的，你高家该亡了。陈长安，这件事情一定和陈长安有关系，你终究还是没打算放过高家吗？陈长安，你好狠毒！哼，真是够弱的，连大爷我的气势都抵挡不住。哎呀，我怎么这么强大呀？高家从此彻底的从兰陵出名。大黄前辈，你这么快就回来了？速度快了点，我还以为要再等你2天左右。这仙灵果确实是一个好东西，我感觉提升了不少，速度自然也就快了。事情解决了？都解决了，放心吧，不会有后顾之忧的。什么事情解决了，还没有后顾之忧？不是去给陈云轩送仙灵果吗？干得不错，这么多年的默契还是在的。哼，我还不了解你，你不动手，不就是等着让我去处理吗？公子，大黄前辈，你们说的是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把高家解决一下。解决了高家，为什么大黄前辈却能够明白他的想法呢？默契，这需要多久才能够培养出这样的默契？陈云轩那小子最近怎么样？修为提升的也不错，我找到他的时候已经提升到超凡境9重了。听说好像是要参加什么4域会武，挑战4域真正的强者。他挺有自己的主见和野心的。你只是让他先成为北域第一人，这小子的目标是4域第一人。如今有了仙灵果，恐怕是不出1个月，他就会成为4域第一人了。这小子一心想来中天域找你，你可是他奋斗的目标。他的目标是变强，不应该是找我。他应该有自己的人生，自己的经历。哎，算了，这些等日后若是见了他，再告诉他吧。大黄，服用了仙灵果，你能突破9阶这个瓶颈吗？听到这话，大黄无奈的摇了摇头。慢慢来吧，总有办法的。你命那么长，一时半刻也死不了。谢谢啊，你可真会安慰人。你是人吗？最多算是我会安慰狗而已。滚！老祖今天出关，你们说老祖能否成功突破？不清楚，但是老祖闭关这么多年，应该有所收获才对啊。咱们林家能够成为琅琊第1世家，全靠老祖一人之力啊。要知道，
当年在这狼牙洞虚境便是横着走的存在，老祖凭一己之力将这个标准提升到了至尊境。若是老祖能够突破到不死境，只怕狼牙这个地方都困不住咱们林家了。是啊，不死境，这是何等强大的存在！你们看，天空之中那是什么呀？突破了，老祖要突破了！记载有云，突破不死境便会引来天劫降世。若是能够成功度过天劫，便可成就不死境。我林家终于要拥有一位不死境级别的强者了。居然是天劫降临，看样子这林相柳要突破不死境了。千年时间突破不死境，终究还是慢了一些。或许是因为被什么事情缠身，导致修炼的速度慢了些吧。不管如何，也算是迈出了第一步。就是不知道无名刀那小子是不是早就已经突破到不死境了。无名刀，那小子可是个一根筋，估计会比林相柳快一些。千年时间突破到不死境，居然还被说太慢了。这可是传说之中的不死境，真正迈入到了强者行列，多少人终其一生都无法达到这样的高度。等等吧，天劫之后再过去不迟。天空之中的雷云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密集，太可怕了！这就是不死境强者的气势吗？单单这气势就让我有些喘不过气来。我怎么感觉老祖的气势比这天劫还要强啊？不愧是我们林家的老祖，这天劫在老祖面前简直不值一提。终于走到这一步了，小小的劫云也想阻挡我林相柳，简直是个笑话。这林相柳当年也没那么狂啊，现在有点飘呢。虽然说他实力不错，天赋也很好，但这毕竟是天劫，他不会真的以为天劫是个软柿子吧？天劫虽然强，但林相柳也不弱。以我对他的了解，这小子应该是有什么底牌，不然不会如此。当然是有底牌的，没看到他穿的这身衣服吗？这可不是凡品，看着有些眼熟，但是想不起来叫什么呢？是吴家的神龙甲，这吴家的神龙甲明明传承给了无名刀，如今怎么会在林相柳身上？对，原来是神龙甲。我说怎么那么眼熟啊？当年林相柳和无名刀切磋那一次，无名刀就是占用了这神龙甲的力，才赢了林相柳的。如此重要的宝贝，怎么到了林相柳身上？他们两个之间难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不清楚，一会儿亲自问问他就好了。轰的一声巨响，雷劫结结实实的击中了林相柳的身体。不愧是神龙甲呀，几乎挡住了这最后一道雷劫的一半威力。如果没有这件神龙甲，林相柳不死也得扒层皮。这神龙甲确实不错，毕竟算得上是一剑半地兵。好悬蛇在这里，这天劫怎么如此恐怖啊？身上的神龙甲也出现了细微的破损，但并不算是很严重，慢慢的会自动修复。身影一闪，已经出现在了林家众人面前。参见老祖。行了，不过就是一个突破而已，你们也不用这样。我有点事儿，你们先回去吧。不等众人询问，下一刻林相柳的身影已经消失不见。陈兄，一别千年，今日终于相见了。这么多年了，你才刚刚突破不死境，你这修炼速度可有些慢了。陈兄，你是有所不知，有段时间确实被家族的事情拖累了一些，否则的话，起码会提前100年的时间突破。这一点你可就比不上无名刀了。那小子可是一根筋，一门心思的想要变强，其他事情一概不理。不过说起来，无名刀的神龙甲怎么跑到你身上了？那小子是不是早已经突破了不死境，所以把这神龙甲借你用用？陈兄，名刀死了。死了？无名刀竟然死了？他是怎么死的？仇家寻仇吗？陈兄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我们换个地方再说吧。好，带路。无名刀的天赋和实力都不错，胡家的背景也很强。说句不好听的，你出意外的可能性都要比他大。毕竟你林家底蕴不足，为什么无名刀出了意外，胡家没有保护他吗？陈兄，吴家虽然很强，但一山更比一山高。你知道奉天皇朝吗？奉天皇朝，在中天域，大多数的势力都是以世家和宗门的形式存在，但同样也有着其他的形式，就是皇朝。而在中天域之中存在着3个皇朝。是奉天皇朝的人动手。无名刀这小子虽然一根筋，但也不至于主动去招惹奉天皇朝才是。这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陈兄，你可知奉天皇朝的阴天子？阴天子？没有听过，是他出手的。不错，正是此人出手。这阴天子乃是奉天皇朝的一位顶尖强者，为人狂傲不羁，据说实力已经达到了不死境9重巅峰，十分恐怖。陈兄，你当真不认识此人？为何会如此询问？莫不是这件事情还和我有关？
若当真如此，那无名刀岂不是受了我的连累？道皇，你对这个阴天子有印象吗？你都不知道，我上哪知道去啊？但是这件事情，我看8成和你有关系。陈兄，据我所知，这个阴天子痴迷于长孙家的长孙吸血，可以说是一个狂热的追求者，而长孙吸血却一直在找你，这让阴天子对你十分的痛恨。当年也不知道阴天子是从什么地方得知明刀似乎认识你，所以便找到了他。你应该了解明刀的性格，别说他不知道你在哪儿，就算是知道，他也绝对不会做出背叛朋友的事情。对方实在是太强大了，吴家根本就招惹不起，只能让明刀把你的事情说出来。明刀不愿，便直接和吴家断绝了关系，独自面对阴天子，面对整个奉天皇朝。那一战，阴天子并未直接动手，因为他为人高傲，瞧不上吴明刀的那点修为。当时的明刀修为已经达到了至尊境9重巅峰，对方足足派出来了10名至尊境巅峰强者，明刀以一人之力将这10人全部斩杀，并且成功突破到了不死境。凭借着天劫威力和刚刚突破的恢复，明刀躲过了一劫，但奉天皇朝并没有停止对他的追杀。当我得到消息赶去的时候，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。明刀临死之前将神龙甲给了我，同时还给陈兄你留了一些话。留了什么话？你自己看吧，这玉佩之中残留着他的一丝灵魂印记，也算是能够见他最后一面。林香柳将一块玉佩递给了陈长安，看着玉佩的目光十分不舍，因为他知道当这块玉佩被使用之后，无名刀将会彻底的消失，这个世间或许就再也没有他的痕迹了。一道虚弱的灵魂出现在众人的面前。陈兄，阔别许久，终于又见面了。只可惜如今你我已经阴阳相隔，不能再举杯痛饮了。你我相识相交虽短，却胜在交心。吴某这一生朋友不多，知心者为陈兄和林兄2人，但有你们2人，我心足矣。我知你能够看到我，必然是林兄将事情都告诉你。陈兄，莫要自责，这是我自己的选择，与你无关。敌人虽强，但是我吴某也绝非是贪生怕死之辈，出卖朋友无异于弃我性命，非我所愿。为兄弟而战，乃是吴某所愿。陈兄无需为我报仇，若有来生，若能再见，必当与你痛饮300杯。陈兄，你还活着，真好。最终，在无名刀开心的微笑之中，灵魂慢慢消散。陈长安平静的让人感觉可怕，尤其是大黄，他感受得到陈长安此时的内心绝对不平静。陈兄，这世上当真会有转世吗？转世这种事情当真存在吗？或许有吧，我也不是很清楚。陈兄，你的意思是？我想和他痛饮300杯，不管存不存在，我都要试一试。但这会很难，但也要找。况且奉天皇朝阴天子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他们。我更要让明道亲眼看着他们是如何覆灭。陈兄，有什么我能够帮忙的吗？你倒是也可以留意一下。好，不管咱们2人谁有发现，都互相通告一声。我也想他了。好啊，陈兄，多年未见，你倒是没有怎么变。当年看不透你，如今依旧看不透。不过你这身边倒是多了一个人，这神通境9重，如此年纪，竟然就有了这样的修为。敢问姑娘今年芳龄？20岁，20岁就达到了神通境9重，这天赋未免也太可怕了一点吧？竟然只有20岁，姑娘当真是妖孽之才。前辈过誉了，小女子不过是公子的一个侍女，若是没有公子，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修为。啊，侍女？这样一位妖孽之才，竟然只是陈长安的一位侍女，这还有天理吗？这样的人才，不管放在什么地方，一定都会被重点培养，绝对的天之骄女，怎么还心甘情愿的当了侍女啊？不过说起来，陈兄你怎么会来到这狼牙？我记得当年你说过，你不会去太远的地方。原本我还打算等到突破了不死境之后去寻你一趟，没想到你竟然来了狼牙。陈长安这一次突然到访，总不会就是为了叙旧吧？我来找你自然是有些事情。清水林家是你们林家的旁系吧？清水林家？哦，是有这么一个林家。怎么了？他们得罪陈兄你了？那我简单跟你说一下情况。陈长安将情况简单的和林香柳说了一遍，林香柳也是眉头紧皱。他们是活够了吗？所以当年在清水的陈家和陈兄你同出一脉，如果真是这样，这件事情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的。只不过当年陈家人并没有被灭门，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不要闹得太大了。如果不是因为你觉得我会先来天水湖吗？听到这话，林香柳松了一口气，不过依然有些担忧的看了顾仙儿一眼。没有公子，
就没有我顾仙儿的今天。我会听从公子的吩咐。陈兄，你认为应当如何？这样吧，你让人前去清水林家，让他把当年从陈家抢走的东西送过来。另外，清水林家依然要为做过的事情付出代价。当年出手对付陈家的人，以及亲自出手对柳家灭门的那些人，他们得死。这件事情没得商量。这样一来，清水林家恐怕会元气大伤，损失惨重。我其实可以不先来你这里。是啊，陈长安完全可以先去清水林家，到时候就算灭了清水林家，我也不好说些什么。毕竟这件事，清水林家本来就不占理。我明白了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给你和仙儿姑娘一个满意的答复。那你们就先在我这里住下，我去派人以最快的速度前往清水林家。好，这件事情为难你了。陈兄哪里的话呀？若你之前灭了清水林家，才真的是为难我了。我知道，你已经为我考虑过了。什么？老祖当真突破到了不死境吗？可喜可贺，当真是可喜可贺呀！可主家来人，接下来的话让清水林家众人目瞪口呆。什么？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呀？让我们去送死吗？那陈长安和顾仙儿就当真有如此能力？老祖就算突破到了不死境，也要按照他们的吩咐行事。这不可能是顾仙儿，一定是这个陈长安。他究竟是什么人？连老祖都不敢招惹。这是老祖的吩咐，怎么，你们想要违背老祖的意思？不敢。可是，老祖已经想办法保住你们的根基了，否则的话，你觉得会有什么后果？不要耍小聪明，不然的话，老祖也救不了你们。老祖都救不了，难道清水林家这个分支当真就要走向衰败了吗？三位长老，我们……三位长老对视了一眼，都从对方的眼神之中看到了彼此的想法。反了！三人脸色一变，直接对主家之人出手。这一幕让清水林家的其他人都是一脸震惊。三位长老，你们这是做什么？这主家不会放过我们的！糊涂啊！不这么做，你以为去了天水湖，我们这些人还有命活着吗？左右都是一死，不如果断一些，或许还能求得一线生机。但现在，我们还需要挑选出一个人，一个愿意付出自己生命，为我们其他人争取时间的人。你们有人愿意吗？付出自己的生命，以一人之命保护清水林家其他人吗？我愿意，我也愿意。好，你们不愧是我清水。不，从今以后，我们就是林家，而不再是什么清水林家。林若恒，就你去吧。你和顾仙儿接触过，和陈长安也有一面之缘，你最合适。林若恒，三位长老，为了林家，林若恒甘愿赴死。不要这么做。那陈长安想必这一次来到狼牙，也是为了陈家的宝贝。这东西虽好，却不如性命重要。你带着这颗珠子，独自前往天水湖，到了之后，尽量拖延一下时间。你离开之后，我们就会全部离开清水，离开狼牙。天下之大，我就不信还没有我们容身之处。三位长老放心，林若恒定不辱使命。身为林家家主之子，我应当做出这样的表率，绝对不会让各位失望的。自己这个儿子，当真是成长起来了。好，这才是我林家的好男儿。实则生变，你现在即刻出发。是，大长老。林雄，你生了一个好儿子，你以前对他过于苛刻了。是，或许我以前都小瞧了他，他是我的骄傲。时不我待，咱们不能让林若恒白白丢了性命。只要我们都活着，好好的活着，才是对他最好的回报。给你们半个时辰的时间去收拾，半个时辰之后动身。是，大长老。哼，让我去送死，你们真是该死呀！有了这三位长老都无法参透的宝贝，我为何还要去送死啊？一个人跑才是最安全的，一群傻子！爹呀，孩儿不孝，你就为了我去死吧！林香柳派人离开之后，陈长安就一直静静的等着，且并非真的只是在等，还是出变故了。清水林家反了。大黄点了点头，随后将自己感知到的情况说了一遍。什么？他们敢反？狗急跳墙，这种情况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发生。林相柳，你林家的家务事就麻烦你自己处理了，大黄会告诉你他们逃走的方向。至于我要去会一会那个聪明的小家伙。小兄弟，这一路还真是多亏了你，要不然的话，我们这一行人只怕没有办法安安全全的走过来。
如今像你这般行侠仗义之人，当真是不多见了呀。老先生客气了，行侠仗义本就是我们年轻人应该做的事情，见死不救可绝对不是我的性格，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，你们不必如此。对于恩公而言，不过是举手之劳，但对我们来说，那可是救命之恩大于天。还请恩公留下性命，虽然我们为你做不了什么，但可以为您做一块长生碑，日日供奉。这如何敢当啊？不，还请恩公成全，要不然的话，我们就更加愧疚了。好吧，我的名字叫恒若林。恒若林，好，老朽记住了。恩公这是打算离开了吗？是啊，我也该走了。恩公，就此一别，恐无缘再见。我们无需多言，有缘自会相见。做好事不留名，还真是个善良之人，是吧，林若恒？这里怎么会有人认识我？而且这声音似乎有些熟悉，在哪里听到过？谁？怎么不认识了吗？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他们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几位，我们认识吗？你们或许认错人了吧？我叫恒若林，并非你们所说的林若恒。一个人的下意识反应是骗不了人的。你刚刚紧张了，况且你可以改变自己的装扮，但你改变不了自己的气息。你真当别人都是傻子不成？陈前辈果然厉害，可是我很好奇，你是怎么发现我的？而且，我并没有和林家的人一起离开，你为什么单独来找我？防人之心不可无，生死面前，人是会狗急跳墙的。所以林相柳派人去清水林家的时候，我自然也有自己的办法，关注着林家的一举一动。你放心，你其他的族人自有林相柳对付，而我来找你，是要拿回我自己的东西。把那颗珠子拿出来吧。我明白了，从始至终，你都没有想过要放清水林家一条生路，因为你根本就知道，你提出来的条件，清水林家一定不会接受。只要林家反了，家主那边自然会勃然大怒，到时候会灭了整个清水林家。你这样做，既不会和主家那边闹矛盾，同时也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，对吗？我这个人讨厌麻烦，所以我不会留下任何的隐患。但你比我想象中的要聪明许多。东西拿出来吧。东西给你，我能活命吗？你当真以为我就是个傻子？东西我放在了一个只有我自己知道的地方，如果你杀了我，你这辈子都别想找到那颗珠子。珠子和我的命孰轻孰重，我相信你更加清楚。珠子和你的命我都要。星儿。是。你不等林若恒说完，顾仙儿直接出手。当初林若恒也算是救了你一命，也不心软。他之所以会救我，一来是贪图我的姿色，二来若非他林家灭我顾家，他又何来救我一说？对我而言，林若恒从来都不是恩人，不过是披着恩人皮囊的仇人而已。公子才是真正将我解救，带我脱离苦海之人。公子有命，仙儿必定遵从。既然你是聪明人，那就一定很清楚，胎珠这么重要的东西，放在哪里，都不如带在身边更重要。我不是你三言两语就可以蒙骗的无知少年。最终，陈长安在林若恒随身携带的纳戒之中找到了第3颗胎珠，还剩6颗了。只不过，因为根据俗记的记载，无法具体推断出其他胎珠的丢失时间和地点。真的要靠运气了吗？算了，先融合这颗胎珠再说吧。陈长安直接融合了胎珠，能量在整条右臂不断的游走，正好服用一下仙灵果，看看效果如何。仙灵果的能量实在是太精纯太恐怖。不过一个瞬间，陈长安的修为便开始不断的攀升，数个呼吸之后，修为已经来到了超凡境1重。可惜了，竟然还剩下了60%的能量没有吸收。顾仙儿是凤凰仙体，吸收不到1成的能量就会达到极限，你直接吸收了4成。如果不是因为胎珠的限制，你他妈是不是会全都吸收了？你这体质也太变态了吧！大黄说完之后，也是觉得说的全都是废话。毫无修为便能够不老不死，这体质本身就非同寻常啊！可惜了，也不知道后面再想找到胎珠还需要多少时间。不过，按照陈家的足迹走下去，应该会有所发现。走吧，先回天水湖再说。还要回去啊？总要和林小柳说一声，不辞而别，终究是有些不近人情。哎，也好。与此同时，林相柳也已经处理了清水林家的事情。陈兄，现在的结果才是你想要的吧？没错，这样的结果你也不会太为难，不是吗？虽然用了一些手段。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走一步看一步吧。这一次出来就是要到处走走。你呢？
如今已经突破到了不死境，接下来什么打算？接下来什么打算？是时候离开了，为了自己，为了林家，你都该走。此话何解啊？继续留在琅琊对你没有任何好处，你需要走出去，才可能更进一步。闭门苦修，你的修为提升会很慢。另外，有你在，林家就不会进步。虽然他们嘴上说着要超越你，追赶你，可内心安逸，没有危机感。在琅琊，你可以一手遮天，林家可以无所顾忌。若是林家毫无野心，就想着这样生活下去，那完全没有问题。可林家真的一点野心都没有吗？林家有野心吗？有，这是一定的。再看看如今的林家，在琅琊这地界一家独大，从来只有林家仗势欺人，无人敢对林家大声说话。林家的人如今确实太过于安逸了。陈兄，你说的对，林家的人太安逸了，或许只有我的离开，才会让他们有危机感。